我们故事的舞台就在大夏王朝，邵阳郡主率领他的勇士们，为了保卫大夏边疆，勇猛地奔赴前线。在这场激战中，邵阳郡主英勇顽强，成功守卫了大夏边疆，迎来了胜利的凯旋。大夏皇帝上官烈听信小人谗言所发生的惨案。祝邵阳王久坐！郡主，我们到了，前面就是大夏皇都。此次北伐，历经万难才得以少胜多，我想这应该足以表明我对朝廷的忠心。这下皇上应该不会再对我邵阳府有所顾忌了。对，走。来人，把这两个逆贼给我拿下！皇上，我已成功击退北蛮，为何要抓我？你将我军引入敌国，私通卖国，还敢谎称击退？我一直冲在前线，手中一半兵力还是我爹的奏乐，为的就是为大夏铲除蛮夷。我们怎么可能私通叛国？这中间必有隐情，你要明鉴呐！你的父母已经被我斩杀，他们都已经亲口承认谋逆之罪，还在这里狡辩？不可能，一定是有人从中作梗。放了我夫君，要杀要剐由我来担。若寒，快走，咱们来世再做夫妻。杀了他！为什么？你这个混局！大胆逆贼，竟敢侮辱朕，令我就地斩杀！有赦！雨辰，继续给我射！我死也不会死在你这昏君的剑下！哼，一切都是因我而起，若有来世，我发誓要好好守护你。我不是死了吗？难道这里就是地府？莫非你就是阴差白无常？这是什么？江大小姐，别怪我，是夏总说苏美美小姐那边需要书写，让我过来抽你的。他在说什么？不过既然我魂魄未散，我做鬼也要去要那个狗皇帝的命。白无常大人，请恕罪，本宫在阳间还有未完成的任务，等我办完事，一定跟你回地府。哎，这……想不到地府竟然长这样，不好，这黑无常不能被他抓住。江若寒，你喊我什么？谁准你胡乱跑出病房的？泽渊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他不是讨厌我靠近你，怎么这会儿又主动扑过来了？泽渊哥哥，我难受。放肆！竟敢如此轻易的呼喊本宫夫君！收起你的小姐脾气，好歹也是江氏千金，别动不动就打人。哼，我的确有错，如果不是我，你也不会枉死。你放心，我现在就去拿狗皇帝的人头，替你血债血偿。我这是怎么了？这些画面我都未曾见过，难道我重生到了1000年以后？郡主您回来了，恭喜您打了胜仗。泽渊呢？骏马大人这会儿在寺庙祈福，要晚上才回来。寺庙？好端端的为何要去寺庙？郡主您一去前线就是1年半载，骏马大人除了每日管理邵阳府，还会去寺庙为郡主祈求平安。真是辛苦他了。这是干什么？你不识字吗？要我念给你听。我是问你为什么？你我本就是政治联姻，各取所需罢了，何必硬扭在一起，互相折磨，双方都痛苦。好一个政治联姻，所以呢？你签字吧，我会净身出户的。你呢，可以和你真正在意的人在一起，我也可以去寻找我的幸福。现在公司正是扩张期，
离婚会影响公司市值，我不会同意的。还说不是政治联谊？没事儿，夏总，离了他，你就可以恢复自由身了。江若涵，如果你还想提离婚，我还是3个字：不同意。傻瓜，我何时要与你分开了？这次我一定会好好保护你的。自己撞成这样还说保护我？哲渊哥哥，他只不过是头破了皮，我可是双腿骨折，好痛啊！在本宫面前装模作样，气量也太稚嫩了，看我怎么收拾！这位妹妹为何在这里叫苦不迭？有病就去治啊！我家泽渊是商人，又不是医生。你还好意思说？都是被你害的，是你误会了我和泽渊的关系，打翻了你的醋坛子，把我从楼梯上推了下去，害得我骨折了，都是被你害的。不能走路，那可真是问题严重了。我若是不赶紧揭穿你，你不是要赖着泽渊一辈子？还真是神迹显灵啊！这位妹妹双腿骨折，竟然还能安然无恙地站起来。我是听医生的，医生让我坐轮椅，我当然坐轮椅了。若他要你进棺材，你也乖乖进去不成？你怎么搞的？这个蠢女人怎么这么牙尖嘴利了？医生呢？全省第1中心医院，竟然还有这种庸医。我这诊断没问题啊，确实是轻微骨折，暂时不能走路嘛。你怎么看呢？哎呀，这不是苏小姐身体年轻，恢复力好吗？刚才为了救这位妹妹，抽了我好多血。泽渊，我现在头好晕啊，想必是贫血了。这位妹妹身体这么硬朗，不如就抽点血帮帮我吧。你说什么？医生，快带她去抽血。你怎么能说抽就抽啊？你们都是 O 型血，刚才他为了救你，给你献血，现在你平安无事了，救他怎么了？还愣着？哦，马上。他抽了多少就抽他多少，泽渊，少抽1cc，我让你在京城混不下去。我驰骋沙场多年，凭你一个小女子，也想跟我斗？平时看着木讷，演起戏来差点连我都骗了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的小伎俩，我并不是帮你，而是帮理。你还是跟以前一样一根筋，不过本宫就是喜欢你这一点。明明之前还吵着要离婚，现在又像只猫一样粘人。明天我派人来接你，我倒要看看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泽渊，只要你开心，无论让我做什么都愿意。苏美美，真是无趣又做作的名字啊！江若涵，我真是小看你了。平时看你呆头呆脑的，没想到你这么腹黑。人嘛，总是变坏容易变好难。说吧，多少银子？银子？你说的是钱吧？没想到啊，你是想用钱来收买我，让我离开泽渊吧？我是想用银子把你买入夏府做妾。什么？做妾？料到你会是这个反应，也是。本宫如此大度，竟容忍一个平民女子做妾。你会是这个反应，应该。江若涵，你没事儿吧？你在这装什么古人呢？再说了，就你这急性子暴脾气，你能同意我和泽渊在一起？本宫身份高贵，自然不愿与人共侍一夫。但泽渊不一样，只要他开心快乐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不过事情就免了。你还以为自己是江氏大小姐呢？夏家只不过是可怜你，才认得你这个娃娃亲，泽渊根本就不爱你。我说了，泽渊你不能喊，你就是不能喊。既然1巴掌你记不住，那我就给你2巴掌。你若是真心对泽渊，那我就全当是替他收留的贴心丫鬟。你若是不，你瞪着我干什么？这不就是你处心积虑想要得到的吗？哼，江若涵，你也太小看我了。好好做你的夏家少奶奶吧。哼，
对了，要不要去精神科帮你挂一下？不是为了泽约啊？难道他还有别的目的？这女人绝非善类，我得好好跟紧她。哟，若涵回来了。上官丽，你杀我父母，你等着！爹娘，孩儿好想你们。是不是想爸妈了？快坐下说。是不是泽渊让你受委屈了？其实啊，泽渊是个好孩子。你看，咱们这个家呀，所有的事都他担着。他压力大呀，他可能啊忙于工作，冷落了你，但是他心里肯定是有你的。冷落？他不来送我吗？郡主，骏马今天早早出门去了。他是知道我又要出远门，生我的气了。郡主，你这一走，又是一载见不到，骏马生气也是应该的。回头我会写信回来向他说明的。7年前，我忙于郑国平乱，冷落了你，还让你含冤而死。7年后，好不容易与你和爹娘再度结缘，我一定会拼死保护你们，守护好夏家，也算是入乡随俗了。我可得赶紧学习这里的东西，不然可就露馅了。请进。夫人，您要的东西来了。好。学习这些东西，就可以了解这个时代了。夫人，您说您要快速学习所有的知识，我想应该就这些吧。武器之类的，我只在网上买到了这个。网上？那是什么？啊？哎，我的意思是，我要检查一下你是怎么买。用这个呀，在里面选完了之后，直接下单就买了。这简直和神仙的百宝袋无异啊！想不到1000年后的大夏子民竟能享受如此福泽。夫人，您怎么突然文绉绉的像个古人呢？我最近对古文兴趣颇深，不经意就对了。夏家家大业大，为了防止有人图谋不轨，拿去防身。谢谢夫人。咱们别墅有最先进的安保系统，不需要吧？这些女佣看起来就弱不禁风，去保万一。我自己还是动手做一些防盗机关好。喂，什么情况？怎么还没拿下夏泽渊？我哪有机会啊？我得有机会吧？这么晚了我还得加班。我让你去做他助理，是让你勾引他，怎么给我玩起爱岗敬业来了？怪我？夏泽渊为了晚宴的事，给我分配了干不完的活。再说了，我哪有心思去啊？这刚被抽完血，晚上还得加班。让你挑拨离间呢？那焦若涵呢？他现在什么情况？我贾帅受伤，本来夏泽渊气得已经他血了，没想到被他突然摆了一道，感觉好像变了一个人，不好对付的样子。确实有点奇怪，反正不能给他们机会，让他们感情复合，知道吗？明白了。江若涵，这么好的男人你都不懂得珍惜，简直暴殄天物。夏泽渊，我一定要把你变成我的。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，泽渊，今晚就把你这个英俊的男人给拿下。哼！你怎么在这儿？还穿成这样？你不喜欢吗？你搞什么神经？赶紧回你房间去。我不早，我们是夫妻，
为何要分房睡？不是你说的要分开吗？我后悔了，我今天就要和你睡。女人，你知道一个忍耐到极限的男人说这种话是什么后果？我什么都不怕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。若涵，我想一直这样抱你。滚呀！泽源，怎么了？这是我精心为你打扮的，你不喜欢吗？这是精心为我打扮的。江若涵，你就这么喜欢把我玩弄于股掌之中吗？好，满足你。泽源，这是休书。别演了，你从一开始你就一直戏精上身，你不是想跟我离婚吗？好，我满足你。泽源，你真的误会了，我之所以做出种种反常的行为，是因为……别碰我，我不会再相信你任何一句话了。赶紧把字签了，我不想过这种日子了。泽源，你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最后一次，求求你了，泽源，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？好啊，正好，明天有个投资宴会，来的都是夏家最重要的合伙人，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如果你再给我搞砸，立马从这个家滚出去！糟了，忘了告诉他，他的房间也被我装了机关。来人，把屋子里那些七七八八的东西全都给我拆了！那个是夏泽渊吧？听说这夏总可不得了了，刚接替他父亲就谈下几亿的订单。夏总和夏夫人还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共同出现，夏夫人也太美了，我看是夏泽渊想金屋藏娇吧。我去一下洗手间。去吧。你穿这么保守，怎么勾引人？他们两个居然扯在一起，我就知道这两个人有问题，我得赶紧告诉泽源。怎么了？你看这个，这两个人搅在一起，必定有问题。你又想干什么？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的话对你来说就是耳旁风，是不是？不是的，这两个人形迹可疑，又时常出现在你身边。他们……废话，苏薇薇本来就是上官烈介绍在我身边的，他俩在一起很正常。事情没你想的那么简单。今天王老板和他夫人都在场，我不求你能给我拉到10亿的投资，我只希望你别把事情给我搞砸了。你为什么那么不相信我呢？因为你在我这里的信任值已经透支光了。他在干什么？泽渊。呀，泽渊，好久不见呢。好久不见。这又变帅气了啊！想必这位就是夏夫人吧？夏夫人刚刚的演奏属实精彩啊！谢谢您的夸奖，我是泽渊的妻子，我叫江若涵。你就是江氏集团的独女啊，真是百闻不如其见啊！请问您是哪所名牌大学毕业的？刚穿越过来，脑子现在记忆还有点混乱。大学应该是指顺利吧。我自幼是从大夏国士范举，10岁便熟识帝王之学，16岁已夺得文武双科状元。这夏夫人说的话呀，属实有点让人听得不太懂啊。我夫人最近呢在研究古文，所以说话自然带点古声古色的。哎呀，说的是啊，这夏夫人说呀，她要给泽渊啊，夏总纳妾呢。你说什么？泽渊，我是因为被抽血抽的太多了，意识不清醒，所以才……夫人没事吧？夫人，不瞒您说，我夫人的母亲啊，上个月因为血癌去世。刚刚夏夫人啊，反复提到血这个字，勾起了我夫人
很多不好的回忆。江若涵，还不快给王夫人赔礼道歉？不用道歉，我夫人这段时间啊，都是听乐曲来疗养自己。这位小姐不知可否能为我夫人演奏一曲？这解铃啊，还需系铃人。这夏夫人是江氏的千金，这弹的呀，肯定比我好。不如就麻烦夏夫人为王夫人还有解难吧。江氏，我记得江氏夫人之前是知名钢琴家，想必夏夫人也会弹得一手好琴吧？不知我可否有这个荣幸，可以现场听江夫人为我演奏一曲？演奏那个是？我可是钢琴10级选手，我看你拿什么和我比？江若涵，王夫人的病可是你引发的，这个事还得你自己来解决。好，我弹。夏夫人请。糟，论君子六艺，我是样样精通，可这黑白大物我从未见过呀。怎么做不到啊？做不到的话，回去就乖乖把离婚协议签了。我可没这么说，你等着看吧。不行，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，无论如何也要好好把握。我都说了，这夏夫人她脑子有问题，这下你们信了吧？江若涵，亏我还对你抱有一丝期待，我真蠢。泽渊，对不起啊，真是强人所难了。我没想到他连个琴都不会弹啊。其实这个叫钢琴的东西，音调倒是和古筝十分相似，只是音色完全不同罢了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啊，真的是我太强人所难了。我没想到夏夫人她不仅粗鄙，而且连钢琴都不会弹。这样吧，王夫人，我现在就顶替夏夫人来给王夫人弹，您看可以吗？江若涵，还想不可丢人吗？快下来！各位，刚才我只不过是试琴罢了，毕竟这晚宴的钢琴怎么能和我母亲那台全球限量的相比呢？现在我要开始真正的表演。这次金国那帮小儿又被打得落花流水，仓皇而逃，多亏有少阳郡主啊！哼，不过是小小金国，以我大夏的实力，打死他们不是和踩死蚂蚁一样简单吗？是啊，郡主在战场上所向披靡，但若少了皇上在朝中运筹帷幄，怎能稳定军心呢？是啊，说到底还是皇上英明。运筹帷幄，皇上整日沉迷酒吃肉鱼，难道是在那里运筹帷幄不成？死了那么多兄弟，却丝毫不提赏功之事。皇上，为庆祝此次胜利，我愿意代表夏侯府为大家献上一曲。好。这怎么回事？他不是音痴来着？这下怎么这么会弹？我明明是第一次听，为什么却十分耳熟？弹得太好了。夏夫人的琴弹得真是太好了，是我误会了，不知可否有荣幸
邀请夏夫人去我家来演奏呢。我也收集了一把好琴。王夫人，若是您能加入我们夏氏这次的项目，那我们见面的机会还能少吗？我都好久没见我夫人这么高兴了。泽渊，这个投资我100%参加，并且呢，我还要追加10个亿。感谢王老板，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。这个江若涵还吃了什么神丹妙药不成？变化这么大。赶紧回去休息，我累了，明天还要早起开会。夏泽渊，本宫今天立了大功，你就是这么对我的？明明以前是个谦谦公子，温润如玉，现在怎么变得这么铁石心肠，不解风情？本以为他今天又要闯祸，都已经做了2手准备了，没想到却立了大功。难道他这2天突然转变，真的想要和我和好？拴住男人的心，就要拴住男人的胃。看来这自古至今，男人的感情都是和胃连在一起的。这些都是做饭用的吗？想我文武双科状元，做个饭又有何难？你没事吧，江若涵？怎么突然晕倒了？是不是上次抽血太多？这是有人在菜里下毒？不是的，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。为我做的？是啊，我刚尝了一口之后，不知为何就不省人事了，应该是太累了。泽渊，你快尝尝。江若涵，这是人能做出来的？你又在故意整我？我不是。江若涵，你以后不许进厨房。没有男人能逃得过鸭子嘴的可爱女生。哼，要懂得表现自己的优点。精忠报国，武艺高强算是优点吗？可是泽渊不喜欢我碰武器那些，难道这个时代就没有本宫擅长的东西吗？制造心动回忆是夫妻维系感情的法宝。心动回忆，制造回忆。哦，夫人，听说啊，今天晚上庆城有一个非常大的灯会，可热闹了，大家都会穿着古装的衣服去，像 cosplay 一样。灯会？甲胄穿习惯了，穿上罗裙反而不习惯了。郡主，那你可要好好习惯啊！呀，谁家的猫啊？商阳郡主，方才情急，多有得罪。没有的事，方才是我自己不小心，和公子无关。郡主，你吓死我了！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这位是不是之前弹琴的那位公子？这位是夏侯府的世子夏泽渊。原来是夏公子，你也是来参加灯会的吗？可考在即，我来图个吉利。我也是来为了我爹娘求个平安的，不如我们一起吧。好的，郡主。什么事儿？泽渊，今晚的庆城灯会你陪我去吧。晚上我还有应酬，陪不了你去了。夏泽渊，我次次主动示好，你却次次拒绝，这就是你的为夫之道。你再这样，我就真的生气了。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还挂我电话，还让我看着办，这女人，不会真以为她生气我会很在意吧？
对呀，泽源，我告诉你啊，男人就不该被女人束缚，更何况还有这么好的女人呢，是吧？泽源哥啊，其实我一直都对你……去通知相关人员，今晚的应酬取消。这段时间大家忙着投资宴会，都已经很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泽源哥。有意思呀，看来这夏泽渊嘴上不说，但实际上被这个江若涵拿捏的死死的。哎，你还不过来磨叽什么呢？给我收拾好看点啊！泽渊，泽渊，泽渊，你怎么来了？反正今天下班早嘛，想说过来看看。好看吗？这女生怎么打扮的像青楼女子，艳红艳绿的？哎，那边有个美女在舞剑，超好看的。走，我们也去看看。五月天山雪，无花只有笛中闻折柳。春色为你不去，小战随金鼓，消眠报日安。愿为腰下剑，直为斩楼兰。这种不入流的表演，就配不入流的人看。哇，这个小姐姐太好看了，简直就像是古装电视剧里走出来的人。泽渊，你来了，我就知道你是在意我的。我是向你又入戏太深，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舞起剑来了。这里的氛围，还有大家的穿着打扮，让我感觉好像回到了我自己的时代，不由得诗兴大发。走，我们去放花灯吧。走吧，我们去放花灯吧。可恶，才一会儿没看住，就跟江若涵走了，还笑得这么开心，给我等着！在想什么？若涵，快走，咱们来世再做夫妻。没有，我刚刚没想好许什么心愿，现在想好了。想许什么愿？我希望你能长命百岁，至少不要比我先死。说什么呢？放心，你不气我，我肯定不会死那么快。泽渊，再次让你陷入危险，我这次一定会保护好你。又在胡说八道。这简直太相似了，简直是从古画里走出来的一样。喂，帮我查个人。好的，把信息发过来吧。少爷，门外有个叫韩雨辰的先生说有事想见夫人。啊，让他进来吧。韩雨辰。那个花花公子干嘛来找若涵？难道他们认识？我倒要好好看看。呀，夏总吃早饭呢？不好意思，这么早来打扰，我是来找夏夫人商量点事情。找我夫人？你们认识吗？不，我们不认识。雨辰，竟然是你！我咋又见到你了？雨辰，怎么瘦了？你以前胳膊上的肉，我可是捏不动的。这夏夫人也太豪放了。江若涵，你们认识吗？不是的，泽渊。啊，我是在杂志上看到他的，他就是那个艺术品收藏家。对，
很有名的。哦，我说看见我那么激动。你来做什么？哦，我是想让夏夫人参与我的电影。什么电影？电影的名字叫做《少阳郡主》。少阳郡主，你居然要拍少阳郡主？对啊，夏夫人，你也知道少阳郡主啊。不过她被历史评为一代妖后，她的出现导致了大夏的覆灭。什么？但是史书上竟然是这样记载少阳郡主的？对啊，你是不是也觉得她有失偏颇？当然了，来坐下说。好，夏夫人。对，就是她，守卫边疆，保卫大夏。你看这个，之后叛逆谋反。我走了。怎么可能谋反？对，我说我走了。泽渊，路上小心，再见。你看，这里。对。他把画送你了？当然不是，我买的，刷你的卡买的。他确实是想要送我，不过我觉得不熟，还是买了比较好。这么晚回来，饿了吧？我给你留了饭。不饿，吃过了。你还在生气？我生什么气？你真的没生气？那我明天继续找他聊少阳公主，可以吗？你还说你们不认识？你都有联系方式了。这上面不是有他工作室的联系方式吗？看来你不是生气，是吃醋啊。我懒得理你，我洗澡去了。夏泽渊，你是否也觉得史书上的少阳郡主是一个叛徒祸水？难道不是吗？不是他勾结京人，大夏怎么会覆灭？当然不是，少阳郡主乃是少年将才，年纪轻轻就被先王封为柱国大将军，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叛国？你那么激动干嘛？我最近在读很多史料，发现后世对少阳郡主的评价实在太过偏颇，像韩雨辰那样能明辨历史的人实在太少了。你们这么聊得来，那你去跟他拍电影去吧。我只是对那段历史感兴趣，你能不能不要因为这点小事吃醋啊？对历史感兴趣，就是你对别的男人投怀送抱的理由吗？还是说，你对别人投怀送抱是你的喜好？以前的泽渊是绝对不会说这种话的。自有了王氏集团的资金注入，夏家的股票一路长红，苏文梅也拿不下来夏泽渊。这夏家受了什么庇护？为什么恶人却没有恶报啊？肯定是那个夏海林，一定是夏氏集团在背后操纵了这一切。儿子，我落得如此下场，肯定是夏家暗中举报。我们上官氏本来能凭着这次交易一飞冲天，成为庆城首富。你不用跑我，留着钱好好打理公司。你跟着干什么？你以为我想跟着你啊？是夏总特意嘱咐让我来跟着你的。他说了，怕你这次又给他捅娄子，所以让我来看着你。那你可要好好看，好好学。待会儿我一定要让你在王夫人面前颜面扫地。夏夫人，欢迎啊！太好了，终于有耳福听你为我亲自独奏一曲了。王夫人，您太客气了。您若是喜欢，我可以常来。是啊，夏夫人在我们家呀，闲得没事儿做，闲来无事嘛。这位是夫人，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！我是在宴会上弹琴那个，您还夸我呢，说我弹得不错呢。上次夏夫人害得王夫人您害了病，所以这次夏总啊特意嘱咐我，让我来看望看望您。是啊，我跟泽渊说了要来看望您，他知道我最近身体欠佳，不放心我一个人，所以呀，派了一个他公司的员工来服侍我。夏总费心了，之前啊还传闻你们夫妻不和，我看啊简直不要太和。来来来，快请坐。王夫人，这些是……这是我老公托人买的2幅画，我正想着这2幅画哪一个更适合挂在这儿。
哎，刚好你们帮我看一看。我大学学的可是艺术专业，江如海你这个大学没毕业的辍学生，我不好好教训你，我就不信苏。这画完全看不出画的是什么，真是奇怪。只是觉得这幅画很新奇，和之前看到的不一样。当然不一样了，这幅画可是毕加索的画，是当代最伟大的艺术家。你还挺懂行。这幅画呀，是我老公托人从国外买回来的，花了3000多万呢。王夫人，这不是巧了吗？我大学学的是艺术理论专业，这些对于我来说呀，只不过是最基础的知识罢了。竟然是这幅画，我倒是略有研究，但是这幅画没有题字，作者也不明，还是个半成品。哎呀，王夫人啊，王老板应该是被人骗了，这根本就不可能是什么价值连城的画。这幅画是他从那个不靠谱的富二代韩雨辰手里买的。我就说嘛，一个名声在外的花花公子，怎么可能懂这些？不愧是你啊，韩雨辰。那你的意思是，毕加索的那幅画更适合挂在这里了？我当然有这个自信了，不过夏夫人一直不说话，难道是有更高的见解了？没错没错，那夏夫人的意见是？哎呀，我差点忘了，夏夫人大学肄业，她怎么可能懂这些艺术品呢？这还是第一次听说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上次记忆混乱，让苏美美钻了空子，这次我可不会再错过了。我大学肄业是因为泽渊着急让我嫁给他，不过在此之前，我可是全额奖学金入读的米国耶佛大学。耶佛大学，这可是世界第一的大学呀，还全额奖学金。哎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我若是想继续再考边试，易如反掌。当时这位助理小姐，不知道你上的是哪所艺术学院呢？那又如何？那你怎么可能连毕加索的画都认不出？在这幅古画面前，认不认得出别的画家还重要吗？倒是你认不出这画的主人，我想你读的那些理论才真是白读。那你倒是说说，这幅半成品出自哪位名师啊？竟然比毕加索还厉害！夏夫人怎么跪下了？王夫人，这幅画看似普通，甚至像是半成品，但实际上乃是大夏国师范举的绝笔，价值连城。范举，他除了是大夏的国师，还是绝世画家，人称画仙。这竟然是他的杰作？没错，这是范举为其亡妻所作。只可惜这画还未画完，他便因病去世，甚至都来不及题字。老师去世时，我正率领军队与金国交战，可惜不能见上老师最后一面。这画上没有题字，你凭什么可以这么笃定？当年这幅画是我亲自找人严密保管，为的就是让老师的绝笔流芳百世，看能有谁比我更清楚。那你可看好了，这画中女子头上的凤钗，在大夏的历史上，除了皇后能用凤钗，唯一能用凤钗的便是国师之妻。再加上这幅画的画风，笔法灵动醒逸，稍加鉴定便知是范举的风趣事，确实是一模一样啊！他老人家用自己最后的生命为亡妻画像，虽然这幅画还未画完，但是它背后无论是深厚的意义，还是其艺术和历史价值，都是无可比拟的珍宝。所以王夫人，我想答案不言而喻了吧？不愧是耶佛大学出来的高材生，不像野鸡大学出来的，没法比。要不是你啊，我就把这绝世珍宝白白退还给那个韩雨辰了。韩先生对大夏的历史研究非常深厚，这方面呀，信他没错。还得是夏夫人，不像有些人啊，
吃到点皮毛就以为能飞上天了，还在主子面前耀武扬威。我刚才忍你很久了。我告诉你，像你这样的我见多了。别以为你那些小心思我不知道，我老公身边那些花花草草，可都是我一根一根拔掉的。那就决定挂这幅画好了。这洋画啊，就是没有我们国画有底蕴，都是靠炒作。我看啊，挂厕所就好了。助理小姐，那就麻烦你帮我拿到厕所摆起来了。夏夫人，别怕，这小贱人一出场，我就知道是个什么货色。以后这种事啊，找我帮你想办法。那就请王夫人多多指点了。哎呀，夏夫人，耽误了这么久，别耽误正事啊！我的耳朵啊都要馋死了。喊我若涵就可以了。那我现在就去为你演奏。王夫人，发生什么事情了吗？若涵啊，我这边听说有人在股市放消息，说夏氏股市虚涨，想要诱多呀。什么？我们两家合作，势必不少人眼红，肯定有人从中作梗啊。你一定帮夏总好好查查，我这边也好好查查，到底是谁在捣鬼。谢谢王夫人提点，我这就回去告诉泽渊。你还傻站着干嘛？那天是我说的话太重了，所以我今天特意为你。泽渊，这个上官烈正在幕后谋害你，你还在这无动于衷。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事儿了？这个事情我已经查清楚了，不是的，你就别插手这件事了，你也不懂。你什么都不告诉我，我当然不懂。泽渊，我知道你重情重义，但这件事非同小可，不能意气用事。又来了，我知道上官父亲之前有股市作假的污点，上官家一直在圈内名声不好。我也知道你一直都不喜欢他，因为你怀疑是他找的苏美美过来破坏我们的关系。说到这个，江若涵，你但凡对我有一点信任，就不能对我疑神疑鬼。泽渊，我不信任的是他，不是你。好，我再告诉你最后一件事，上官烈那个公司我也投资了，我出事儿他也会遭殃，你觉得他有必要这样做吗？要是这么说，这是王夫人他们查到的消息，作为合伙人，难道他们就会害你？难道我会害你？你口口声声说我不信任你，那你有没有对我一丝的信任？我处处为你着想，你却……我受够了！江若涵，江若涵，你去哪儿？给我回来！与你无关，反正我说什么你都不信。你是不是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？门前而没锁，应该就是这里了。他怎么对夏朝这么痴迷啊？好困啊！反正这会儿没人，今晚先在这里将就一下吧。我受够了！他一天到晚到底在想什么？这么晚跑出去，不知道外面危险吗？还好他有我的卡，怎么都能找个好的酒店住着。竟然没带卡，那他怎么办？老爷、夫人，这次玩的怎么样？还行。泽渊，你搞什么搞啊？我跟你妈旅游才出去几天，你把若涵就给我欺负走了？泽渊，你不是不知道，若涵她无父无母，咱们是她唯一的亲人，她一个人能去哪儿啊？说不定现在她露宿街头，你快去找啊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赶快把若涵给我找回来！我就是去找她的。真是一把好剑呐！
布偶我花费2000万才买来的。你干嘛拿着我的剑舞来舞去？啊！怎么我这么吃力挥舞的剑，它用起来毫不费力？夏夫人，你怎么在我这儿？跟我夫君吵架了，身无分文，想找个地方避一避。正好在杂志上看到了你工作室的地址，就想着能不能来这儿借宿一晚。原来如此啊！那既然这样，我这儿也没什么人，你就住吧，只要夏总不生气就行。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收留我的，谢谢。我也搞艺术研究的，没那么多讲究。夏泽渊，这次我不会那么轻易的就原谅你了。你为什么对夏朝这么痴迷啊？我第一次看到少阳郡主的画像时，就莫名对他产生了一种熟悉的感觉，紧接而来的就是什么？就是一见钟情的感觉。然后我就想把我心中的少阳公主拍出来，拍成电影，让她在荧幕上活过来。渐渐的，我就对她所处的年代，她的一切产生了兴趣。夏夫人，你是不是突然对这个电影产生了兴趣啊？刚好这个电影女主角的位置，特意给你留着呢，你要不考虑考虑？可是我对演戏完全一窍不通啊。你已经很有优势了，外貌、气质，就这么说吧，你就是少阳公主本人。你看人倒是很准。如果你红了，成了红明星，肯定万人敬仰。那夏总是不是对你言听计从啊？对我言听计从，那岂不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？这个时代，戏子竟然有这等特权。对呀，所以说，夏夫人，你就答应了吧。演戏这种东西啊，可以学嘛。条件确实诱人。好吧。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啊？剧本必须按照真实的历史来拍。我可以告诉你那段夏朝历史真正的原貌。行啊，只要投资方答应就行。那你赶紧联系啊。我就是投资方，现在我同意了，改剧本。哎，我剧本呢？和前世那个木讷朴实的韩雨辰简直判若哪儿去了？不过这样也好，圆滑点好。千年前若是他也如此圆滑，也不会给我了个惨死的结局。好好活着。江若涵，你干什么呢？夏总，雨辰，都喊这么亲热了，你干嘛？我来的不是时候。你别误会，我跟他没什么。你还护着他？若涵，你没事吧？妈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孩子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不喜欢这样！放开我！我不喜欢这样！江若涵，我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了。你吵着要离婚，我同意了；你反悔了，我也同意了。是不是我太纵容你了，你就可以随便耍着玩？夏泽渊，你总是不容置疑的怀疑我，对我生气，从来不听我解释，还说纵容。无论我多努力，你根本都不会在意我。我怎么无法反驳？说不出话了？说什么不在意？我看到你跟别的男人在一起，我就焦躁不安。你离家出走，身上没带钱，我一夜睡不着。我疯了一样开车满城去找你。虽然嘴上说要跟你离婚，但我早就提前准备好了各种理由。我爱你，上辈子这辈子都只爱你一个人。你呢？我也爱你，我也只爱你一个人。可是你总是把我往外推。我才没有推，是你自己太嘴硬。如果你早点说出来，哪有那么多误会？你不嘴硬，
如果不是你，要么喵喵很软。生日快乐！本来打算昨天送给你的，但是没来得及。这是以前少阳郡主用过的，我很难买到的。谢谢，这还是你第一次送我，我会好好珍惜的。不过，生日是什么？对了，这个时代的人会每年纪念他们出生的日子。若涵父母离开的早，一直都是一个人，恐怕从来没有人帮他过过生日。以后每年都为你过生日。这菜做的不错啊，还是要保持住啊。折腾一晚上，浑身酸痛。哎呀，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你们两个一起吃早饭，感情是越来越好了啊！这日子说的那么露骨，吓到人年轻人了。若涵、泽渊，别听你爸的。不过你们两个什么时候让我抱上小孙孙呢？妈，你怎么说话比我爸还露骨呢？妈只是高兴的。若涵，以后啊，受委屈可别再自己走了。以后泽源欺负你，你直接来找我，我治他。谢谢妈，之前我跟泽源有些误会，让你们二位担心了。以后我会跟泽源好好相处，早日给您抱上孙子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快多吃点，补补身子。今天我就让阿姨多买点补品，让泽渊好好补补。好的，夫人。回去休息吧，昨天累了吧？是你累吧？对了，我跟你说的上官烈的事，你可要放心上。回头再说吧。泽渊，看来我非得抓住上官烈点把柄才行。你好，这里有一封夏泽渊先生的信件，请签收一下。放那儿吧。可是这个信件要本人签收才可以。哦，这样啊。那你放这儿吧，我是夏总的助理，可以全权替他代理一切的。那好吧。确定他拿走了？我一说是信件，他就立即主动拿走了。这次我一定抓住你们的狐狸尾巴。闹场的人都准备好了吗？放心吧，都准备好了。8点钟准时正式到场，绝不会让他们投资成功。好，还有10分钟，我们要进去吗？不着急，让他们先闹起来。这样一来，不仅这投资宴会搞不成，谨慎的王老板肯定会撤回投资，而且我们也能全身而退。我可太期待看到江若涵的表情了，到时候泽渊就是我的了。夏氏集团作假，还我血汗钱！夏氏集团股市作假，还我血汗钱！哎，散了，再不走动手了。苏梅，你该不会走了吧？可千万别出问题。换衣服去。都打点好了，应该不会有人查出来是我吧？上官烈，你凭什么找人闹事？这跟我可没有关系啊！今天是我跟美美的1周年纪念日，看看你们才碰巧路过的，还是遇到这么个倒霉事儿。切，我不过是放了个假消息，还真按照错误的信息安排这场闹事。上官烈，我终于要抓住你的狐狸尾巴。糟了，差点忘了答应韩雨辰的事。若涵，你们开始收衣服了。
泽渊，忘了告诉你，我答应了韩雨辰，接下了那部《少阳郡主》。现在我要赶紧到剧组，接下来的1个月，我都要住在外边了。1个月？不行，太久了。你做什么事从来都不跟我商量呢？还不是因为上次离家出走，一气之下做到我衣服了。那你有没有表演经验呢？韩雨辰很信任我，我也想借这次机会找到自己在这个时代的生存之路。什么生存之路啊？你就安心在家做你的少奶奶就行了。我肯定把你养得白白胖胖的。怎么能光靠别人呢？我也要有自己的谋生之路。我又不是别人，我是你丈夫。你不许去，我不喜欢你跟韩雨辰在一起。我和雨辰只是兄弟之情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是不放心他，而且你从来都没有工作过，你真不知道娱乐圈的鱼龙混杂的凶险。我堂堂少阳郡主，最不怕的就是凶险。这么快就入戏了是吧？行，那我让小萌跟你一起去。少爷，我已经交代下去了，片场的男性人员都不敢靠近夫人1米以内的距离了。很好。去片场看着那个江若涵，免得他又弄出什么动静。上次差点被他抓住马脚，这女人必须时刻盯紧。知道了。江若涵，你这拍戏一条信息都不给我发，有那么忙吗？也不知道吃的睡得好吗？算了算了，不行了。他们2个现在如胶似漆，跟新婚夫妻似的，根本就没有插进去的余地。都怪你之前撒谎说我们是情侣关系，我本来可以把夏泽渊抢过来的。脑子有病吧？他上不上钩跟你单身有什么关系？再说了，他们2个一开始就两情相悦，你还没看懂？我让你去挑拨离间，你反而像个催化剂。他们为什么越来越好了？什么两情相悦？都怪那个江若涵。自从去了医院之后，他好像变了个人似的，勾引男人的路数一套接一套。事到如今，我只能上点手段了。和夏无量家达成合作，我就彻底没机会了。现在播报影视资讯，由韩雨辰出品的《少阳郡主》在首映票房过100亿，创圈内票房新高度。来，干杯！嘿，等一下，那我来提一杯。那我们祝少阳郡主票房大卖。谢谢你，若涵，让这部电影没有了遗憾。也要谢谢你，让我实现了多年以前的梦想。我再敬你一杯。行了，雨辰，别喝太多，你不擅长喝酒。没事，我今天高兴。来，若涵。这是什么？江若涵，这下你还不死得透透的？想不到拍戏是这么好玩的事情。泽渊，你觉得少阳郡主怎么样？对于你这个初学者来说，已经很不错了。都要感谢韩雨辰，这部电影一直都是他从幕后召集人员，再拉投资，一直到拍摄，他为这部电影倾注了很多心血。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我也不会有拍电影的机会。我也付出了很多啊，你怎么不感谢我呢？这是两码事，你怎么连这个的醋也吃啊？你说这个片子会不会被骂啊？为什么被骂？拍的不是很不错吗？因为
剧本不是按照历史记载去拍的，而是按照我的想法拍的。观众难道不会说是电影篡改的历史吗？那又怎么样？历史是被史官记载的，史官又是皇帝控制的，谁敢保证流传下来一定是真实的？史书上说上阳郡主是叛变的，说不定皇帝才是叛变的呢。你呀，大部分的时候像个木头，但还是蛮可爱的。对了，下周是你的生日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已经在我身边了。王夫人，这是我们两家合作的那个软件工程项目啊，这是开发出来的应用，初始版已经做出来了。已经做出来了？我也没想到这么快，看来啊，老天爷都在帮我们。太好了，刚好马上就是泽渊的生日，这日夜赶工出来的，他一定会很开心的。泽渊，生日快乐！等会儿有一份大礼送给你。你就是我最好的礼物。泽渊啊，生日快乐！二位能来，我真是受宠若惊啊！请坐，请坐。你怎么也来了？他当然要来了，他是我的朋友，你可不许对他态度不好。夏总，生日快乐！谢谢你能来。他们怎么也来了？他们是我的朋友，为什么不能来？你生日快乐，泽渊。之前不是不喜欢办生日宴会吗？今天抽什么风啊？是我要给他办的，因为我要宣布一件大好的消息，喜上加喜。真的吗？那我可拭目以待喽。我说话的时候，你最好少插嘴。我宣布一件好的事情啊，若涵少阳郡主票房过亿了，你现在可是大明星了。哎呀，我们若涵太优秀了，第一次拍戏就这么成功。是啊，韩先生啊，那今后你得多多提点若涵呐。我以后可能都找不到若涵了。这样的话，泽渊是不是就能对我言听计从？本来就是啊，而且他不是一直对你言听计从吗？你不是说要送我礼物吗？什么礼物啊？别急，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欢迎大家前来为我儿子庆生啊！来，咱们共同干一杯！干杯！干杯！生日快乐，泽渊！生日快乐，泽渊！大家随意啊，随便吃，随便玩。一切尽在掌握中，你等着，江若涵。哦，对了，若涵，你的东西在我这儿。我找了好久，竟然是在你那里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在我这儿。哎呀，太巧了！你说这夏夫人的簪子怎么在韩雨辰那儿呢？簪子怎么跑他那儿去了？不知道，我以为把它弄丢了，找了好久呢。弄丢了怎么不跟我说？怕你生气啊，这可是你好不容易才买到的，世界上仅此一份。私下叫了好多朋友帮忙，没想到。我看你是怕泽渊知道你的发簪在花花公子韩雨辰那儿吧？苏美美，你想干什么？苏美美，你皮又痒了是吧？在这阴阳怪气什么？哎呀，我早就奇怪了。你说这夏夫人吧，一次拍戏经验都没有，第一次就是女主角，而且投资人正好是换衣服如女人的韩雨辰啊。今天本来是我兄弟泽渊的生日，不想说什么，但某些人太过分了吧？说什么呢，上官丽？你又在谋划什么？江若涵，这又是簪子又是女主角的，刚才还在这卿卿我我的，给我兄弟放在眼里了吗？而且你之前要离婚，就是因为这个韩雨辰吧？我韩雨辰做事一向光明磊落，外面传什么我根本就不在乎，没想到今天成了你们诬陷我的借口。上官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跟若涵的误会已经解释过了。泽渊还那么天真啊？她是我妻子，我当然相信她。今天是泽渊生日，我懒得跟你们计较。现在我要送上我的礼物。那是什么？这孩子，这是什么？这照片哪里来的？到底怎么回事？江若涵，这就是你送给我的大礼。泽渊，你替我解释，这件事一定有蹊跷。你给我一些时间，我一定会查清楚的。泽渊，这韩雨辰花名在外，
我看夏夫人应该是被迫的，你也别太生气。夏泽渊，你别误会啊，我和若涵是清白的。若涵也是你叫的，你清醒点儿。泽渊，当着客人面怎么能动粗呢？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今天的宴会就到这里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郡主，你回来了，宴席早就散了，宾客都走光了。北边突厥突袭边境，正和公公的60大树撞了，我也是没办法。骏马都喝醉了。泽渊，我回来了。回来了，边疆怎么样？你怎么做成这样？是我不好，公公的60大寿都错过了，我这个做妻子的实在是有愧。郡主心系国家，一心为国，何愧之有啊？泽渊，你这字字包容，却也是字字责备。郡主多虑了，在与你成亲之前，我就了解了你的行事作风。女中豪杰，国之栋梁，是我望尘莫及的高岭之花。今日种种，无论是常年无法见面，还是像今天这样，我早都有心理准备了。泽渊，因为我爱上的本就是个女英雄，我从来就没想过把你束缚成一个闺中贤妻。换言之，你成了贤妻良母，反而是我把你耽误了。你真的不怪我吗？能与郡主结为夫妻，这乃是我三生有幸，何来怪罪啊？我反而怕郡主嫌我无能，不能陪做沙场。怎么会，泽渊？谢谢你这么信任我、包容我。傻瓜，我是你夫君啊，当然会无条件相对你。江若涵，这是离婚协议书，签了吧？泽远，这个婚怎么能说离就离啊？若涵这么好的孩子，上哪儿去找啊？这里边一定有事是误会的。泽远，我都说了我们俩是清白的，你怎么这么执着呢？相信我这么难吗？无所谓了，我累了，我们分开吧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不答应。一直以来都是我搞错，你不是那个让我觉得愧对辜负的泽渊，你不是那个会无条件信任包容我的泽渊，是我弄错了，是我一厢情愿把你当成了他。江若涵，你想清楚了？当然清楚了。雨辰，我们走。江若涵，你就这么跟他走了？到底有没有喜欢过我簪子还你，夏泽渊，我这辈子再也不想看到你。若涵，哎，想哭就哭出来，我知道很痛。是啊，真的好痛，好奇怪，为什么刚刚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，现在却……因为刚才你撑着一口气，现在气没了，情绪就来了。没事，你想哭就哭吧，我去给你买点吃的。太他妈爽了！我看他们生意还怎么做。夏泽渊，别着急，这才是开始。答应你的500万马上就到账了，苦着脸干嘛呢？没有，我在想这500万要怎么花。从没有哪天像今天这样爽过。苏美美，你不会真的爱上这个夏泽渊了吧？儿子，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呢？好好的一个家，就这么散了。若涵这么好的媳妇，我上哪儿去找啊？少爷，你就把少奶奶找回来吧。她那么单纯善良，我怕没有夏家保护她会被人欺负的。你们先出去吧，让我一个人静静。好好静静吧。哎，我爱你，泽渊，上辈子这辈子都只爱你一个人。什么爱不爱我，都是骗人的。江若涵，你敢玩弄我的感情，我必须让你付出代价。一大早就练剑，不得不说你越来越像个古人了。我就是啊。啊？不是你说我就是邵阳郡主本人吗？怎么，你忘了？
我只是随口说说。哦，对了，你之后什么打算？我好像只做过演员这一份工作，你有什么工作推荐吗？我不是问你这个事啊，就那个照片的事情啊。无所谓了，反正昨天已经和离，还追查照片干什么？那你就算要找工作，你昨天就那样走了，你身份证带了？的确如此。看来就算我不情愿，也要回一趟夏家。那我陪你啊，正好你带了身份证，我俩就可以出国或者去别的城市旅游。谢谢你，雨辰。嘿，你来干什么？这里不欢迎你。你是谁？一个下人在这瞎嚷什么？我可是夫人的。嘿，你管我呢？出去，夏家不欢迎你。你来干嘛？泽渊，我带了瓶好酒来看看你，知道你心情不好，所以咱俩去散散步吧。不需要，我过2天就回公司了，你忙你的。那怎么行呢？你这时候正需要别人的关心。我说了我不需要，你走，别来烦我，让我一个人进。江若涵对你这么重要是吗？他不在了，你就振作不起来了。你别给我提他。你还有事吗？没事赶紧走，让我一个人静静。你眼里就只有江若涵是吗？我说话你听不懂是不是？你不走是吧？行，我走。夏泽渊，你就不能睁开眼睛好好看看？这么些年在你身边的人一直是我，你就不能看看我吗？夏泽渊，好性直啊！才刚离婚，就和别的女人抱在一起。你别误会，我跟他真没什么，就算有什么，跟你也没关系。就是，泽渊现在是自由身，他想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。我是回来拿东西的，让开。我俩才刚离婚，你和韩雨辰在一起了？你没事吧？我只是坐他的顺风车，我可不像某些人一样大白天抱在一起。怎么吃醋了？我跟他真没什么，跟我无关。那瓶红酒是谁的？那个女人送的呗。这红酒好眼熟，之前庆功那次不就是这瓶吗？哦，这样啊。快点走吧，我1秒都不想多待了。就是，你呀得早点走。这夏家呀，可不是说谁待就能待的。放心吧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雨辰，你不是说要带我出去玩吗？走吧。啊，哦，对啊，走。江若涵，别想这么轻易就和别的男人快乐，绝对不会允许。想不到大夏国土扩大这么多了，你有什么推荐的地方吗？好吃的好玩的都可以。若涵，你真有心情去旅游啊？他都有心情和那个苏美美搂搂抱抱了，我为什么不能出去旅游散心？若涵，你变化也太大了。之前你们吵个架你都得跑出来，现在发生这么大的事情，你竟然能这么沉静？因为这件事情的重点从来都不是谁在陷害我，谁在背后指使。那是什么？这件事情的重点是，夏泽渊作为我最亲近的人，却不给我最基本的信任。如果换作是我肯定100%相信他。可他呢？我都那样哀求解释了，他还是不信。对方是有备而来的，而且那个照片明显就是趁我们俩喝醉摆拍的。我有预感，他不只是挑起你们的关系那么简单的。你倒是点醒我了，差点忘了那个上官烈。算了，一切都与我无关，上一世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。他不是我认识的那个泽渊，他信任他的好兄弟胜过信我。你真的不去揭发？喂，不行，这件事情不能就这么算了，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。我干嘛要这么帮那个夏泽渊？这对你来说不是个机会吗？哎，算了。韩雨辰，没去找你倒是来找我了。来，吃点药。我没时间陪你胡闹，你赶紧找关系把 KTV 的监控调出来。
调监控还有什么用？我跟他已经分开了。你俩难道没看出来吗？那张照片就是个引子啊！谁会那么无聊要害你呢？你这么说，好像我们跟王氏合作之后，确实面临着一种风波。可你为什么要帮我？我只是不想我的女神失去光辉而已。我们还没离婚呢。你别激动，你听我说，我是对她有好感，但是又好像只是对她的影子。总之我也很混乱，但是我保证我不会越剧的。说的好像你的感情很纯洁，至少我不会伤害她。我也不会伤害她，更何况每个男人都会像我这么做。你一个集团的大总裁，怎么对待感情就这么幼儿园行为？行，既然你没有和好的意思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和好？等一下！你们记住了，能进入夏氏工作是你们几辈子修来的福气。毕竟夏氏的工资和待遇是全国最好的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抱着感恩的心来回馈公司，懂了吗？懂了。泽渊、江若涵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胆子不小啊，都敢直呼我的名字。泽渊，你怎么还跟他在一起？你忘了他跟韩雨辰是怎么背叛你了吗？苏梅梅，现在是新员工培训，你说什么呢？赶紧做你的事儿。我现在要给你们发送企业员工的守则视频，你们要好好听，好好看。这不是主管吗？在这干什么？新员工都出去吧，今天的会议改到明天下午。江若涵，你阴我！我阴你？这不就是你之前对我做的事情吗？到底是谁在阴谁？苏美美，我一直以为你是什么所谓的绿茶婊，没想到你竟然干这种事情。苏梅梅，证据摆在面前，你还跟起来？我问你，背后指使人是不是上官烈？夏泽渊，你被他迷惑的不行了吧？你怎么这么说你的好兄弟？上官烈和我只是千里马和伯乐的关系，我是被他推荐过来的，这你最清楚不过了。我生日第2天你就收到了他的转账，你怎么解释？你们是有备而来啊！既然都暴露了，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我之后会好好处理你的问题。那在此之前，你告诉我，上官烈到底是为什么一直要针对我？我明明一直把他当做好兄弟。你可以去问他呀，但是他也不会告诉我的，我也并不想知道。你和上官烈错就错在太低估我和泽渊了，一个错以为泽渊是能被美色诱惑的无能总裁，另一个错以为我是能任人摆布的豪门阔太。苏美美，我真的觉得很可惜，你明明工作能力很不错，我一直愿意把手中复杂的工作交给你。如果没有这一切，我甚至可以决定把部门经理的位置交给你。我不需要这些，我就想问你一句，你对我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我就这么比不过这个江若涵？比不过也没得比，我夏泽渊从来没有把江若涵之外的女人当女人看过。好，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，那我没什么可说的。那你离开夏氏集团。好，我立马走，不会沾你们夏氏一分。然后做我的私人助理。什么？私人助理？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我大度选择将此事私了，你既然不愿意，那我把 U 盘交给警察了。你明天来我这里报到，现在去人事部办理离职。你明知道他做出那种事，你还把他留在身边？正是因为他做了这种事情，我才把他留在身边，随时看着他，防止他再和上官烈勾结。要是你，上官烈，你打算怎么办？我该亲自上门拜访。苏美美怎么成了江若涵的私人助理了？搞什么鬼？这两人都离婚了，现在不需要他去挑拨关系，难道他只是叛变了？苏美美能力不错，所以我把她安排到若涵身边了。若涵，你俩和好了？好的不得了！我的天，泽渊，他当众背叛你，你还跟他好？这是那天 KTV 的监控，谁在背后捣鬼，我一清二楚。这监控，这监控已经被你销毁了是吧？忘了告诉你，我跟王老板合作的软件，就是能把销毁的东西再找回来。行，那既然这样，我也就不跟你装了。上官烈，我一直把你当朋友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为什么？问你爸去啊！他这么多年对我们上官家做了什么？跟我爸有什么关系？
他当然说自己不在场了，更何况举报我家的这个事情，用他在场吗？你家造假的股票，我家也投了几千万，举报你对我家有什么好处？别装了，心里没鬼的话，他的葬礼为什么你们都不来？那时候正好和若涵完婚，我爷爷生病了，后来我一直在忙工作的事。我后来不是跟你解释过了吗？事后跟我解释，我爸死了半年了，你才跟我解释。你很忙是吧？忙着幸福吗？夏泽渊，你听听自己在说什么吧。为了补偿，我可还投资了你的公司。撤资现在立刻！我有新的合伙人了，我不需要你来可怜我。看来没有挽回的余地了。挽回？从我爸死那天起，我就想报复你。想挽回行啊，那就是你们夏家破产。唉，看来是没得聊了，是我太天真了。你当然天真了，死的不是你爸，破产的也不是你家。夏泽渊，你等我把你家搞破产吧。既然如此，那咱们拭目以待。可以啊，夏泽渊，咱们拭目以待。喂，你会不会打扫卫生啊？扫地这么敷衍，这儿都没扫到。大姐，我只是助理，又不是阿姨。再说了，你为什么不扫？我告诉你，我可是奉夫人的命令看着你，你敢有什么小动作，我立刻告诉夫人。你除了会告状还会什么呀？你除了会告状还会什么呀？我就告状。对，这哪来的话？哼，长得还真像那个江若涵，看着就来气，恨我把你的脸画花。500万？什么500万？这画价值1个亿，你敢在上面画一笔，就得赔500万。啊，你卡里不是有伤官列的500万吗？你倒是有画一笔的底气。江若涵，你到底把我绑在你身边到底干什么呀？你不知道我看到你就想吐吗？苏美美，你个做助理的未免也太嚣张了吧。夏夫人啊，你真是的，怎么总被人拿捏啊？乘着这些路边的野花问我呀，我可是专家呀。让王夫人费心了，我这个助理呀，平时嚣张跋扈惯了，说也不是，不说也不是。苏美美，你对若涵做的事，她可以原谅你，但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等我把若涵接回来，再处理你和上官烈的事。你跟泽渊还没和好，误会不是都解除了吗？误会是解释清楚了，但正所谓覆水难收。我既然走了，要我回来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没错，考验考验他，我支持你。哎呀，你别掺和那些事了。泽渊，咱们谈谈正事吧。好，请。欺人太甚，咱们走着瞧。我听说啊，最近有块地皮升值空间非常大。泽渊，能拿下这块地皮的人选里，我最看好你。这块地皮啊，依山傍水，无论是周边配置还是环境，都是非常有潜力的。你啊，可千万不要错过。王老板，你说的这块地皮我有所耳闻，之前正忙着软件开发的事，没时间了解。听您这么一说，看来我要好好打听一下了。若涵，你看的这是什么书啊？啊，我最近在看一些金融相关知识，之前在耶佛读的就是金融学，要不是为了结婚，也不会没学完就回来。唉，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，为了爱的人呢，放弃这么好的学业，还不被人珍惜，我呀，都替你喊冤。感谢王老板，我会立刻安排助理调查这块地皮，如果各方面细节都没问题的话，那就立刻起草标书。我相信你的能力，等你拿下这块地皮，你们夏氏跻身全国首富，不过就是时间问题。行，那就这样，我们先走了。感谢王老板。那个标书我能不能跟着一起了解一下？我正好想学学这方面知识，正好是个时间机会。当然没问题了，跟我那么客气干嘛？不过什么？你要写好投标书的话，那你天天陪在我身边。你以为我会让你轻易给抓住吗？若涵呐，若涵，你是逃不出我手掌心的。喂，苏文美，报我办件事。500万老账号，你这人还真是狮子大开口啊！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你去给我把夏泽渊的投标书投过来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好过的。这就是标书啊，感觉也不是很难嘛。好，我来试试。你干嘛呢？我在学习啊。你这个是标书？
你怎么这么快就做完了？我夏泽渊做事向来讲究效率，你们打算在这住多久啊？到我能找到养活自己的工作为止。我黑卡给你，你出去开个酒店。我说了，我们没复婚，我不要你钱。那你也不能一直在他这住啊！你忘了他对你……又开始了是吧？你忘了之前是谁帮你的了？而且他也不是经常来这里，这是他的收藏室，我住在这里很安全。喂，派几个人过来，保护少奶奶的安全。什么少奶奶？你别让别人误会了。我走了，记住，你早晚都是我的。这个夏泽渊，真没有半点上一世的儒雅。为了这本标书，我已经2天没有睡好觉，困死了。江若涵，不愧是夏氏，这图标书做的就是详细。不过这做的再详细，也是跟老子图作嫁衣。我可真期待竞标当天你脸上的表情了。老板，明天的竞标书还没有收到呢。啊，我马上给你，给我用最好最贵的纸打印出来。明白。终于写完了，花了我这么长时间，感觉也不是很难嘛。这和我们大夏的承揽竞标书差不多，不过还不是很成熟。明天带到现场，顺便请教一下专业人员。哼，看你们等会儿怎么收场。哟，夏泽渊，这么巧，你也不会是竞拍这个项目的吧？跟你有什么关系？那当然了，你要竞争这个项目，那咱们就有关系了。我俩可是竞争对手啊！不对，你应该是我的手下败将。上官烈，你别忘了，你公司还有我们夏氏的股份。江南区这个项目，就凭你吃得下？你以为就你有王老板合作，我就没有合伙人？还是这么天真，跟当时相信苏美美一面之词，导致你们2个婚姻破裂的时候一样天真。上官烈，做这么令人不齿的事情还这么理所当然，真是卑劣到家了。我们生意人嘛，以利为先。这块地我势在必得，我对我的标书有100%的信心。我也有这个信心。咱们走着瞧啊！这个标书和之前的标书一模一样。这人怎么了？苏美美，你个臭婊子，你他妈就……上官烈，你说话也真没水准。就你这种素质，竞标失败也是理所当然。你竟敢盗用我的竞标书，让我标书失败！盗用？这一模一样的标书，谁盗用谁还不一定。苏美美，你这标书的封面很眼熟啊，这不是我夏氏的标书吗？换个名字就拿来用了。那又怎么样？我的审核书已经是被认定过了，你还有你，只会被认定是抄我的。臭女人，你拿什么接这么大的投资？你有营业执照吗？我之前有在夏氏工作过，我这么好的履历，当然能找到更好的天使投资人。哟，这不是飓风的吴总？你们2个搞一块儿去了？我们2个怎么不能搞到一起啊？再说了，怎么能有“搞”这个词？明明是你用人不善，还能怪我们啊？想想自己干了哪些事儿啊，心里没点数吗？我跟吴总啊，一见如故，一拍即合。以他的人脉拿下江南地皮，这有什么难事呢？感谢美美啊！要不是咱美美，怎么能顺利拿下这块宝地呢？有了这块宝地呀，自然而然是风生水起呀！妈的，消息是我给你的，苏美美，你利用我！懒得理你，你之前不也是利用我吗？彼此。好，你们2个，咱们走着瞧。慢走不送啊，上官先生。你一个投资人竟然常拿别人的东西，你也不怕日后在圈内遭到圈内人的唾弃？只要能拿下地皮，我就是全城首富了。这个世界只会嘲笑穷人，谁他妈会嘲笑首富？我做的标书也许不够专业，不相信你。
怎么这下士还留了一手？就江若涵那3脚猫功夫，我就不信他能做出来个屁。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？这不是必然的事情吗？我宣布，中标的是夏氏。看到了吗，苏美美？你做不到的事情，别人未必不能做到。苏美美，什么意思啊？不是说了这段标是我的吗？还能出现这种结果？吴总，你等着！等等我。若涵，谢谢你，这次要没有你，我真就被打败了。好的，老大。贱货，上官少爷你也敢得罪？你们这群猪狗不如的东西，滚！上官丽就是个畜生，畜生！看你还敢惹老子，臭婊子！你们这群畜生！滚！放开他！哪来的牛？不要死，赶紧滚！我的牛，你敢碰它一下，你试试？试试就试试。子渊，子渊！走。你没事吧？用不着你假惺惺，走开。苏美美，若涵救了你，还这样？我说了，用不着你们假惺惺的。我不想看到你们这样。我就当你没事了，他们已经走了，你赶紧回家吧。走吧，我带你去医院。江若涵，为什么你总能得到我想要的？赶紧把药吃了，吃完赶紧休息。哎，你这卧室在哪儿？我扶你到床上休息。看我干啥呀？我就想让你早点休息，我没别的意思。这就是我的床。你管这叫床？以前外出行军，你爸弟也照样睡。这个叫沙发的东西已经很不错了呀，有什么不能睡的？我觉得挺好的，软软的，而且够大，够我睡的。我现在没有收入，这里的条件已经很不错了。我什么给不了你，你倒是跟我说呀。这个时代不都讲究女性独立吗？我也要靠自己。靠自己睡沙发？这个给你，出去开个酒店，你现在需要休息。我不要，我要靠自己。好吧，说不动你，我走了啊。对了，这个给你。你竟然还留着，我还以为你把它扔了呢。你的东西我怎么能扔呢？之前前面这儿磨损了，我找了最好的修理师，已经把它修复过了。你胳膊受伤了，我帮你带上。若涵，不好了！不好意思，我来的不是时候。不过我有特别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什么事？少阳郡主虽然票房不错，但是正在遭受一些历史学家的抨击。那些胡说！大夏一代祸水怎么能成了功臣？简直是胡说八道！这个改编是女主的意思。到底是谁在胡说八道？我明明说的才是事实。资本嘛，当然可以随便改剧本了。你别激动啊，你伤还没好呢。你伤没事吧？不用你关心，我照顾他就够了。你忙你的吧。哎，你别激动。不过我觉得这是个好机会。什么机会？你刚好可以趁机会告诉世人这段大夏的真实历史啊。好呀，不过要怎么告诉？靠这个。斗一，靠这个就能传达真相？对啊，网络时代，只要你内容过硬，就一定会有支持你的粉丝的。好，我会好好考虑的。正好我也需要一份工作。你赶紧休息吧，我明天再来看你。那我也先走了，你好好休息啊。那你们路上小心。怎么？你不想让他抛头露面啊？当然不是，他做什么我都不会阻止，更何况我也阻止不了。
我觉得他挺合适的。我感觉他天生就是要受到万人敬仰的，王者之气。对，就是王者之气。账号的事，还得麻烦你了。钱指定不是问题，我给你5个亿兜底。不愧是夏总啊，追妻可真豪迈呀！比起我给他的伤害，这些都不算什么。喏，这个就是你的账号。大夏江若涵，以后你就用这个账号试试。感觉不错。这就是直播，我这样打招呼，他们能看见？当然能了，而且把别人看得可仔细了。夏总，大夏江若涵好像开始直播了。笨蛋，这1个小时最多能打赏多少钱？1个小时3600秒，1秒一个飞船的话，720万呢。才这么点儿？这已经是极限了，夏总。其实史上的邵阳郡主并不是众人口中的叛徒，正相反，他对大夏可谓是忠肝义胆、精忠报国。胡说八道！演员没文化都上课行吗？就是那个女演员，跑来直播乱科普，就是那个乱改历史的。这些是什么？这些是弹幕，就是网友在网上看到你的评论。那我直接跟他们解释，他们能看到吗？能啊。但是现在一下子进来10几万，太出乎意料了。要不我们下次再播？绝对不行！这要是在战场上，越是躲避，下一秒就是全军覆没。他们不是有疑问吗？我一一解答便是。我开直播不就是为了这个吗？对。那我们重开，准备好了吗？能不能多读点书啊？要不然滚回去拍戏，干点自己会的戏吧。钱老都来了，钱老快来治治他！年轻人，我说过了，戏说不是胡说，你不要把演的戏当真了，这是会贻笑大方的。钱老竟然也来？是谁？钱老，就是现在抖音上可火的历史学家，而且就是他带头抨击你。那太好了，有没有办法能让我跟他直接对话？能。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停了？不知道，是主播自己暂停的。可能是涌进来太多人骂人。若涵个性这么要强，这要是遇到网暴，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。我现在联系公关。哎，等等，夏总，好像开播了，主播开始连线观众了。连线观众？钱老您好，我有个问题想向您请教。向来史学界对昏君明君都有各种说法，没有统一定论。怎么到了邵阳郡主那里，就定死是叛贼？你既然出演过那部电影，好歹也该做做功课吧。这邵阳郡主带兵叛变，被夏武帝识破，夏武帝设计将一众工兵埋藏于皇城，当众处死勾结金兵的邵阳郡主及其叛党叛徒，史称大夏京都保卫战。好一个保卫战！当时皇城之外，包括郡主在内，一共也就5个人，其中有3人甚至连武器都没有。你赶紧去买水军，需要一整个皇城的守卫来护卫。顺便再给他刷100个火箭。这观看破100万了！这可是抖音呐，你知道多少人在看吗？怎么能够信口胡说呢？5个人，你是在现场，还是你是穿越回来的？明明是邵阳郡主带着几千精兵闯入皇城，这被你说成了5个人，还有3个老百姓。钱老，我要是说错了，您可以指出来，别张口就说我胡说。上个月城北才出土了一批大夏文物，据说是1000年前大夏的乱葬岗，里面发现了邵阳郡主和他副将的战甲。试问，如果邵阳郡主是带兵谋反，全军覆没，为何出土战甲的乱葬岗却没有其他造反兵士战甲？这小兵小卒的，谁会在乎啊？没流传下来也是正常的。1000年古物，哪怕是一块普通的砖瓦，都是极其珍贵的，更何况是精心制造的战甲。这不过是你的猜测，怎么能证明它是事实啊？证据也不过就是史官记录下来的被歪曲的历史。这个时代不是讲究质疑精神吗？怎么到这里就这么认死理不懂变通了呢？我是清北大学历史学系的研究生导师，邵阳郡主的名声确实因为出土一批大夏文物而有所逆转。哇，这个小姐姐好厉害，把科普学阀混得百口莫辩。做学问的就应该举一反三，不能只照本宣科，尤其还是像您这样德高望重的前辈。你等着，我再好好考证考证。
到时候啊，我再找你好好辩论辩论。先这样，告辞。谢谢大家，如果喜欢我的科普内容，可以点一下关注，我会持续不间断的向你们讲述大虾的故事的。5000个火箭了，我们的粉丝竟然破了100万了。最近江南那边的收购太忙，顾不上来看他，希望他别生气。若涵，送你的礼物，这是我头一回送别人礼物，不许说不喜欢。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别人的礼物，怎么会不喜欢呢？怎么是你啊？若涵呢？他早就搬出去了，听说他开了家工作室，这儿已经不归我管了。快告诉我他去哪儿了。若涵，你在哪儿？原来等待一个人的感觉，既充满期待，又满满的寂寞感。你回来了，我给你留了饭。我刚应酬完，已经吃很饱了，你早点睡吧，明天还要早起。哦。等一下，我早饭马上做好了。我来不及了，助理在公司等我呢，你自己吃吧。哦，好。什么？现在回公司？我马上到。我终于能明白若涵以前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在等我了。如果那时候我能多一些时间陪她，也不会中间产生那么多隔阂和间隙。出什么事了？联系不上你。我一直忙来着，我饿了，你来禁烟烧烤吧。哎，说起来，我下一场直播要讲解少阳郡主的夫君，你能来我直播间帮忙吗？就是扮成少阳郡主夫君的样子，帮我配合一下讲解。可我明天要去江南考察啊，忘了你是大总裁，很忙的。别这么说，刚才我在等你的时候啊，我想清楚了很多事儿。想清楚什么了？想清楚了我以前有多自私，因为工作忽视了你。泽渊，我之前忙于战乱，又何尝不是忽视了你呢？以前的事都过去了，重要的是现在，不要重蹈覆辙就好了。那你还不回来做我的下夫人？哪有那么容易啊？我吃完了，明天我还要早起上班，你自己回去吧。喂，江若涵，我等你这么久，就没话跟我说吗？追女人得懂得浪漫，你要在她不经意的时候送上她不经意的惊喜。我就是这样追上老板娘的。这么晚了，就我一个人，完全不关心我的安全。各位直播间的小伙伴，我昨天啊连夜画出了少阳郡主夫君的模样，你们想看吗？少阳郡主的老公那肯定是个大帅哥，搞不好是个大丑男呢。我可是范举先生的得意门生，画像简直太小意思。夏泽渊，你不帮我，我这样能行？这张脸真的好坏。干嘛偷偷想念我啊？是我出现幻觉了吗？我还以为我穿越了。夏泽渊，你怎么来了？不是你让我来的吗？怎么我来了你就不乐意了？你怎么知道我的工作位置？哦，韩雨晨，你是胳膊肘越来越往外拐了。你们两个的关系什么时候这么好了？资本都是资本的力量。不是开始了吗？需要我怎么做？直播间的小伙伴们，你们看，像不像画里的人走出来了？像的话打个1。看来全国观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，看得出我的帅气。除了你，这两人在一起简直太还原了。他们就是朝阳郡主和她老公吧？没错，我就是少阳郡主，他就是我的夫君夏泽渊。哇，这粉丝量一个月涨了500万了。好帅，好想嫁。不行，我名花有主了。要是电影该你来演该多好。对呀，早知道我来演了，就不用和别的男演员搭戏了。你哪会演戏？
而且你那么工作狂，两人现实也太像夫妻了。对，我们就是夫妻。你别误导观众，我们现在只是朋友。男女朋友吗？亲一个亲一个啊！那今天科普就到这里了。改天我给大家科普更有趣的东西，比如大夏的兵器。下播啦，拜拜。拜拜。怎么就关了？你最近这么闲吗？因为我现在每天只工作半天，剩下的半天就能来陪你。工作狂夏泽渊每天只工作半天，你是受了什么刺激？我以为就算天塌下来了，你也要工作呢。你别讽刺我啊！我只有工作这么一个爱好，不花天酒地，也没有不良嗜好。你不觉得你很幸运吗？你早这样，我们也不至于。你不是说重要的不是不要重蹈覆辙吗？我会积极改正的，你就不会做出点改变吗？我要改什么？更坦率一些不好吗？爱我就别装了。老婆回来吧。男人在追求女人的时候，当然甜言蜜语无私奉献了。谁知道我要是同意你呢？你之后会不会又变成以前那个冰冷的机器呢？你这又看什么怪书学？辛苦啊，500万马上到账。哎呀，这再假的负债表盖的章，它也是真的。夏泽渊，这次我看你怎么死！真没想到，我当时随口一说，你还真成网红了。若涵，你真是太厉害了。本宫是什么人？但凡想做的事情，一定能做好。哎，让我看看分析咱们的客户群体，将来你如何带货？带货直播？我不需要，我只想做科普。我想要把那段真实的历史传播出去，同时我也希望把大夏面能流传下来的文化瑰宝展现给大家。哎，若涵，你看啊，你的粉丝不是老人就是小孩儿，再不就是历史学的学生，感觉还真不容易带货呀。哎，算了，你也别带货了，你还是做好你的事情吧。谢谢你，雨辰，这段时间辛苦你了。我都下班了。今天夏泽渊怎么还没来电话？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。还说放下工作，根本就是工作第一。王老板，这件事我绝对会查清楚，你一定要相信我，夏氏集团是一定干不出来这种事的。你知道，在我们这个行业，资产造假、骗取投资是多么恶劣的一件事吗？况且那张负债表上还清清楚楚盖着你们夏氏集团的公章。王老板，你相信我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绝对能把这件事查清楚。自己盖的章那还有假？就算是假的，你们夏氏集团这么大的公司，连公章都看管不住，错看你的办事能力了，简直了。王老板，我不恳求你原谅我，但是你千万不要撤资，我愿意更多的分红作为回报。我合作看的是能力和人品，分不分红啊，对我来说不重要。行了，请回吧。这公章到底是谁？没想到王老板做事确实雷厉风行，这么快就撤资了。我这一时间上哪去补这10个亿的库？哎呀，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呀！堂堂夏氏集团就因为10个亿，唰，轰然倒塌。过瘾！我就知道是你上官烈。别装了，现在传你资产造假呢，股东呢？跑路了吗？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这么对我恨之入骨，就是要把你踩在脚下，就是要看你生不如死。早知道我就不应该念及旧情，早知道我就应该把你送进去。别装了，好好想想，上哪儿弄这10个亿？哼！老爷、少爷，我不想走啊！我在这个家待的挺好的，你们对我又都这么好，别哭了，这房子我早晚会买回来，到时候你再回来。可是为什么不把少奶奶找回来啊？少奶奶聪明伶俐，她一定会有办法的。是啊，说得对。若涵要是在的话，也许会帮你处理处理。你想想，之前标书都是他做的，他可是耶佛大学金融系的高材生。快把若涵找回来。找回来也得等把事情处理完了，这件事绝对不能让他牵扯进来。爸，
妈，这段时间先委屈你们了，等我把一切打点好了。走吧。没想到我夏泽渊也有今天。邵阳郡主的父母都是明事理的人，你们想呀，当时那么封建的时代，他们却不限制邵阳想要做什么，无论邵阳想要什么，他们都全力支持。真好，这样的父母，请给我来一爸妈车。连一杯奶茶都不让我喝。但是邵阳郡主本身也很乖很孝顺呀，你们有好好孝顺自己的爸爸妈妈吗？江小姐，有人找你。稍等一下，马上回来。若涵，爸妈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太好了，你还肯叫我们爸妈呀？你们怎么这么憔悴？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呦，刚好酒吧离这儿近，就在这儿将就一下吧。哎呦，不是，夏泽渊，你吓死我了！你干嘛？你要来说一声啊！你不是不经常来这里吗？所以我才……你这是离家出走啊？原来是这样，那你在这住吧，小事啊。对，还有一件事，你不经常收藏古董吗？你帮我看看这个。这个品质外观应该是夏朝的，你要转卖？我必须在3天之内凑齐10亿，才能保障现金流。我把我的房子和别墅还有车都卖了，还差5亿。你帮我看看，这个估值大概能达到多少？会谈吗？小时候学过一点。谈啊，我听听意思。这是干嘛？我虽无力持剑杀敌，但也对大夏一片忠心。希望我能用这一曲将军令为2位送行，若能起到鼓舞士气之用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泽渊，你的手受伤还没好，别谈了。你们在战场的时候，手受伤就不杀敌了吗？我不过是弹琴，又何足挂齿？算了，说不过你，你继续谈吧，我要上路了。此人虽文弱不堪，但其实外柔内刚，机智勇敢，难怪郡主会选他。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，觉得你嫁了个好人。走吧。怎么睡着了？我弹的这么好听吗？怎么睡得这么香？做了个好奇怪的梦，怎么特若寒也？快帮我看看这琴到底值多少钱？这不是你家的传家宝吗？你真舍得卖啊？家都要没了，不卖有什么办法？等我解决完，我双倍买回来。这夏泽渊电影能上映也有他的功劳，而且他要是遇到什么问题，江若涵肯定会伤心死的。我所有的流动资金应该有5亿，我出5亿。这琴值那么多钱吗？这是夏朝的，而且保存的这么完好。我这还给少了。那我可得感谢老祖宗了。赶紧解决你的问题吧。韩雨辰，这次算我欠你的。等我把事情解决了，你的工作室我投10亿。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。但是这件事千万别告诉若涵啊。夏泽渊，若涵你怎么来了？你竟然还想瞒我？爸妈都流落街头了，电话也不接，你这个不孝子，王八蛋！没让他们流落街头，我让他们去酒店住了。这和流落街头有什么区别？我已经安排他们住我那儿了，你今天必须给我解释清楚。要不然你们喝点吧。这么晚了喝这么多咖啡，你不睡觉了？没事，我怕又做奇怪的梦。你们聊，不用管我。说吧，你打算怎么？江南区的项目只要下来了，我立马就会把这个缺口补上。我看了一些网络金融人士的发言，由于这次假公章的事件，江南地区的招商不可能像之前那么容易了。我已经试着在查盖假章的人了，然而他很聪明，他懂得怎么避开监控。这个让我和我家人流落街头的人，等我抓到了，肯定不放过他。
能拿到公证的呢，一定是公司的人，可以先从离职人员里面排查。说起来，现在商品房过剩，如果不改变这块地的用途，那么它就会失去它的优点和优势。目前我国人口老龄化严重，如果改成有特色的养老中心，一定大有可为。养老中心？那里环境优美，依山傍水，如果改造成现在流行的大厦风格，一定会引起投资人的兴趣。听着行啊，我立刻去做那个招商计划书。计划书我擅长，我来吧。你赶紧去抓到那个陷害你的人。呀，怎么了？钱老关注你了。太好了，钱老可是千万级的大网红，他的粉丝群体几乎都是中老年人，简直是天助我也。欢迎各位，接下来将由我代替夏总为大家讲解这次的招商计划书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怎么听说夏总最近在变卖家产呢？是不是资金有问题了？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些人的钱会有风险吧？是啊，我也听到消息了，夏氏就连自己住的别墅都卖了，车也卖。江南区那么大一个项目，你真的能把握住吗？就整个 PPT， 能给我们这些投资人一个好的交代？上官丽，你怎么总是在起坏心思的时候考虑这么周全？你要是把心思放在做生意上，早就发大财了。关你什么事儿啊？各位放心，夏氏的现金流问题已经解决。如果各位不放心，可以随我去银行查证资金的周转情况。而且这个项目有潜力有前景，根本不用筹投资，大家可不要因为某些人的挑唆而被转移了注意力。说的倒是好听，那江南地区的项目规划你是怎么打算的呢？接下来我会为大家介绍。目前我省商品房过多，老年人口过多，独居老人孤独死的情况严重。如果我们的养老中心能够成功搭建的话，那么这些问题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。确实啊，我父亲80岁了，总是抱怨我一个人不陪在他身边，请保姆我不放心，一个人我也不放心。要是有一个环境这么好的养老院，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我母亲年纪也大了，这要是能有个依山傍水、空气清新的地儿，不仅有人能照顾她，老年人之间也能有个照应，我再也不用担心她无聊寂寞。而且我们还会搭建专业性的技术培训，比如插花、茶艺等等。所谓活到老学到老，图书馆、健身房、健康食堂全部应有尽有。这个项目简直太诱人了，我投资10个亿。我也跟20个亿。你们是不是傻呀？他们说什么你们信什么？万一他们虐待老人怎么办啊？这个大家可以放心，我们会装备足够多的摄像头，让老人服务人员的一举一动大家都可以随时了解。你们现在都是画饼，是不是用计划书骗取投资？谁知道呢？再说了，你们夏氏以前不是也拿出过负债表骗钱的事啊？现在说的好听，以后怎么样，你知道吗？你还真是贼喊捉贼啊！夏泽渊，上官丽，你要没那个智商啊，就不要学别人在背后搞小动作。我惹过你吗？你阴阳怪气什么呢？你买通夏氏集团的助理，在伪造的负债表上盖章，夏氏集团的助理已经如实招供了。王老板，你也是投资圈的老人了，怎么不分青红皂白的栽赃人呢？青红皂白冤枉，要不要我把这位你买通过的助理叫过来跟你对质对质？不可能，我已经安排他出国了，证据都销毁了，怎么可能还有证据？我排查了一堆离职人员，只有他在离职当天就开始申请出国。我抓到他的时候，证据都已经删了。可惜啊，我跟泽渊当时一起做了个软件，这个软件呢，可以把删除的数据全部恢复。你猜怎么着？恰恰呢，就把关键人物还原了。张管理，也劝你啊，还是啊，不要在这参加这投资会了，乖乖的去警察局报到吧。喂，上官丽，麻烦你到公安局什么？让我去报到？警官，我这真是冤枉的呀！冤枉还是事实，你过来就一清二楚了。原来搞了半天都是你在搞我。起初早就猜到是他了，不过当时情况危急，提前处理好公司的事，没有时间去管他。这个圈子最恨不讲诚信的人。我以投资商会会长的身份，将上官丽在商会永久除。我也要撤回对你的投资。你这样的人
早晚会搞出问题的。我也撤回，还好王老板发现的及时，要不然我们就要被他给害了。好啊，什么投资圈啊，不过什么见利忘义的小人吧，我还不惜的跟你们混呢。我告诉你，夏泽渊，江若涵，给我等着，我会回来的。泽渊啊，我呢是个商人，讲究诚信。之前呢那个态度对你，你不会介意吧？王老板，您是这个圈子的掌舵人，更何况我当时深陷丑闻，换作是谁都会这么做的。哎，我果然没有看错人呐。这个大夏丰养老的项目，要不是我夫人说服我就错过了。可不是，还教育我说我妇人之仁，不该帮泽渊和若涵说话呢。惭愧，这个点子还是我夫人想的。我还没答应你的求婚呢。你们两个如此优秀，我跟投50亿，而且啊，我还要给我和我的夫人呢，在这里订一套，以后养老用。我也追加10个亿，明天就来签合同。我追加15个亿，要是今天能签合同，就再好不过了。各位稍等一下，钱老还有钱老的各位粉丝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如何呢？哎呀，这项目若有若涵你来亲自把控，一定能还大夏原本的一个风貌。我呀，也要给我自己预定一个位置。没问题，你们任何人如果有预定的意愿，都可以上夏氏的官网登记，先到先得哦。这是……我刚一直在和钱老连线，做这次的项目直播，这下全国的观众都可以看到项目优势，都能参加投资了，以后就不怕没有客户了。夏夫人真是顶呱呱啊！泽渊啊，好好珍惜啊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你这商业头脑，除了王老板，你是我佩服的第2个。太好了，所有的一切都回归正轨了，我也可以松口气了。什么一切？你还没回来做我的夏夫人呢。那你还不再多努力？这次的事情你瞒着我，扣分。江若涵，你是逃不掉的。若涵，夏家这次危机已经解除了，就跟我们一起住吧。我和泽渊还没正式复婚呢。那你就答应他呗。这些天你一直为夏家跑来跑去的，你嘴上不说原谅泽渊，其实心里啊早已经原谅泽渊了。是我没有教好儿子，过早的把家业交给了他，也害得你们夫妻失和。爸，您别这么说，您2位就再给我一些时间考虑考虑吧。哎呀，你别这么逼若涵。若涵不答应啊，那肯定是泽渊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。若涵，你放心，回家啊，我一定好好教导教导我那个笨蛋儿子。走吧。好。爸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老毛病了，上医院看看就好了。还没事儿呢，这段时间担心泽渊，担心的几天几夜都没怎么合眼。行了，这腰做过手术，医生说了，你要一旦休息不好。哎，行了，当若涵说这干啥呀？若涵呐，我们回去了，你好好保重自己啊，走吧。江若涵，你说好这一世一定会好好守护好夏家的，怎么自己反倒恃宠而骄起来了？给泽渊一点小小震撼。什么？拍卖会？是啊，这次拍卖会是夏朝时期的古董专场，肯定能拍到尖货的。夏朝要是能拍到我以前的爱用物，倒是不错的。不过会很贵吧？你之前那把佩剑不是花了不少钱吗？也没多少。再说了，多少钱夏泽渊不都心甘情愿买给你吗？这是什么话？我现在自己有工作，不需要靠别人。卡里有800多万，应该够了吧？夏泽渊呀，夏泽渊，我只能帮你到这儿。哎呦呦，这女别3日真是又风骚了不少呀！胡总也是这么富贵逼人啊！哎，想不到苏小姐不仅对这投资地产感兴趣，而且对这拍卖会也有兴趣啊！
你也很有品味呀！这来参加拍卖会的不都是非富即贵？我可不要好好来碰碰运气吗？那是当然，好歹呀，我大学读的是艺术理论专业，来这里也算是专业对口嘛。专业呀，那不如这样，到时候你帮我参谋参谋，看看哪些拍品可以帮我投钱。吴总，那有什么问题啊？咱们呀也算是老相识了，这些小问题啊不算什么的。走。走，苏小姐。这拍卖会会场看起来颇具气派哦。哟，江若涵，你这是来参加立身集团的拍卖会，就穿这身儿就来参加呀？真是阴魂不散，不就是参加了个拍卖会吗？至于穿的这么隆重吗？你们夏氏集团的口袋里没几个子儿啊，还跑来参加这种拍卖会？该有的面子要，不该有的面子你也要不起呀。看来夏氏恢复资金流的消息，只有核心圈子的人才知道。苏美美和这个吴总是边缘人，不知道夏家重回首富之列也是正常的。这里的东西随便起价都是1000万，以你们现在夏家的实力，估计也只有看的份儿了。1000万起价，我这卡里只有800万，怎么知道自己没钱了？识相的还是赶紧滚吧！穿成这样，哼，真是侮辱我们名流的眼睛。名流贵族，我还是争先恐后要拿钱去强买我和我族人留下来的东西。算了，既然钱不够，那还不如回去直播有意思。我懒得跟你费口舌，让开。看来是终于认清自己的身份，哟，夹着尾巴逃跑了。谁要夹着尾巴跑了？哟，这不是夏氏集团的夏总吗？听说贵公司快要破产了，还来这儿当现眼包啊？不会还以为自己是以前的100亿总裁吧，夏总？我还真不觉得你是一个很幽默的人哦。我当然没把自己当100亿总裁了，我夏氏今日开盘市值已经超过1000亿，还谈100亿？不过这些人并不配知道。一个拍卖会而已，你们也太捧场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有人在这里登基呢。行了，吴总，别跟这些人浪费口舌了，真是浪费时间。走。你怎么来了？你还问我？这个拍卖会是夏朝专场，我知道你肯定会来。但我从昨天开始，我等了你1天，你都没有联系我，还自己一个人跑来了。干嘛要通知你？你对这些又不感兴趣。兴趣是可以培养的，我现在就非常感兴趣。再说，你哪来钱拍这些东西？知道这里有门槛的，说实话，口袋里的钱确实不够。不过，只要这些宝贝能找到懂它的买家就足够了。对了，我可以帮你推荐，走吧。第一件是3601号夏朝的青铜雕花聚宝盆，根据考古发现是夏朝的所有物，起拍价1200万。怎么了？真是哗众取宠，1200万吓成这样，后面的拍品不得吓死？什么聚宝盆？那不是爹的夜壶吗？还少了个盖子。这个聚宝盆可以，吴总。1300万，还有人吗？要是爹知道了，该多好笑啊！笑什么？别装了。这聚宝盆，我看它就是绝世珍宝。你一没钱，二不懂货，真不知道你来这里的意义是什么。当然是来见世面呀，看看你们这些现代人有多荒谬。什么？既然你们这么喜欢，我就帮你们抬抬价。1400万。1500万。还有没有出价的？2000万。这位买家出价2000万。才2000万就想买走我爹的夜壶，想得美。子渊，继续。这方面你专业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哎呀，这个人家好喜欢呀。我出2500万。2500万，2500万一次。你想要，我可不会让你得逞。吴总，这个聚宝盆按照我的估算，起码价值1个亿。只要低于这个价拍下呀，咱们都是赚。这夏家呀都快垮了，还在这儿硬撑，不如给他们个痛快。直接让他们罢手。既然你一个这么专业的都这么说了，
5000万。这位买家出价5000万，还有没有其他的出价？5000万一次，5000万2次，5000万3次，成交。没钱还要装腔作势。恭喜1494号买家，恭喜吴总。先侥幸侥幸啊！我苏美美的眼光绝对不会错的。恭喜吴总5000万拿下此宝。至于某些人吧，珍惜在这里的每分每秒吧，毕竟日后就要流落街头了，哪还能看到这些宝物啊？你的眼光还是一如既往的偏呀。这东西5000万，5万我都不出。你懂什么？这是夏朝的聚宝盆，用来置放金银珠宝的东西。哎，这个大美女好眼熟啊，好像在哪里见过。这不是那个大网红大夏江若涵吗？专门科普大夏历史的，非常专业的。你才是不懂装懂，你当个宝贝的东西根本就不是聚宝盆。你说不是就不是，凭什么听你的？别的历史我不敢保证，但是大夏我绝对比任何人都了解。那你倒是说说，我们吴总拍下的这个不是聚宝盆是什么？那个不过就是大夏亲王江海林的夜壶罢了。啊，居然是个夜壶啊！怪不得总觉得有味。不会吧？这位花了5000万买个夜壶？虽然拍卖确实有风险，所以才会有预览会提前选品。苏美美，你口口声声说你懂行，为什么看不出端倪？还死死咬定这就是个宝。我只是小道消息听说这个吴总要来参加拍卖会罢了，谁有空去那个预览会？再说我哪里看得出这是夜壶？这得多专业才能看明白。也不怪你，这个夜壶确实和其他的同类造型有所区分，因为其主人视力问题，特意做成这个造型，就连行家也未必能辨别得出，更何况你是一个外行的不能再外行的人。就算是夜壶，那也是货真价实的古董，管它什么用途。你说的没错，确实是古董，但也只不过是个几万块的小物件罢了。5000万，这些钱倒是捐给山区里的孩子，难道不是更有意义吗？胡总，他们就是出不起5000万，栽赃罢了。你倒是看看股市行情，区5000万，对我夏泽渊跟5分钱没什么区别。市值已经超过1000亿，苏美美，上次标书已经被你害惨了，这次你还让老子白白损失了5000万，差一点又得罪夏总。以后你别出现在我面前，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哼！吴总，吴总，下一件拍品就要上了，你既然这么专业，不如你再鉴赏鉴赏。我懒得在这儿浪费时间。江若涵、夏泽渊，你们给我等着，别让我抓到啥把柄。他对你是有什么执念？对你这么恨之入骨？放心吧，别怕，我会找人看紧他的。他有执念的是你呀，典型的因爱生恨，木瓜脑袋，这都看不出来，简直是个笑话。况且他对我能造成什么威胁？下一届拍品3708号，夏朝，夏高祖赏赐给朝阳郡主的免死金牌。是高祖赐给我的免死金牌，竟然能在这里遇到。啊？赐你的？哎呀，就是一个很贵重很棒的东西，要是能拿下的话就好了。这是第一次看到他对某个东西这么渴望的样子。以前是夏朝朝阳郡主的所有物，在海外漂泊多年，才有这次机会重见天日，起价1个亿。1亿？5亿？5亿？我没听错吧？5亿，这是我从事以来最高报价。还有其他报价吗？你干嘛？一东西就需要1万两银子，哪里需要那么多？你想要多少钱我都会买下来，听我的。5亿1次，5亿2次，成交。若涵，就算你要天上的星星，我也会给你摘下来。这个免死金牌送给你。这不是高祖赐你的免死金牌吗？如此贵重之物，我怎么受得起？你是我的夫君，怎么受不起？再说了，我有战功加身，不需要免死金牌。但你就不同了，府上大小之事都交由你掌管，还要帮忙上朝觐见，我怕。毕竟亲王是你堂兄，我想看在亲戚的面子上，应该不会太为难我。就是因为他是我堂兄，我才太了解他了。他从小便嫉妒我文武双全，处处比他优秀，到处向我使绊。若不是我父亲年事已高，这皇位永远也不会落到他的头上。这事倒是第一次听说。
所以我才主动扛下平定边疆的大任，获取他的信任，向他表忠心，希望他念举于此，不要针对我的家人。我不在的期间，我真的怕他会对你，所以泽源，你收着吧，不然我不放心。好吧，那我收下。朝廷上，我肯定会谨言慎行。你要送他礼物，为什么跑我这里来？你以为我想来啊？是他要让你看看我新拍的宝贝，好歹花了我5个亿呀！这罪恶的资本主义的脸。还有，我要把之前我的古琴赎回来，还有之前答应你的，给你的工作室投资10个。投资嘛，好说。你让我看看你拍的什么？看了可别眼馋啊，那可是若涵慧眼拍下来的东西。上一世的泽源翩翩公子，温柔体贴，这一世除了是个木头，还是个幼稚鬼。那这个，这可是免死金牌，比电影里逼真多了。哦呦，还有一种熟悉的感觉。这可是真正的少阳郡主用过的。泽源，这是你拍下的，你留着吧。这可是我特意为你拍下的，你留着。那我先收下，然后再送给你，可以吗？江若涵，你怎么又给我整这出？你别误会，这个免死金牌的寓意是保平安、免灾。我希望你可以常戴在身上，然后长命百岁，懂吗？好吧，都听你的，反正我都是你的。哎，行了行了，那你俩赶紧走吧，别在我这儿了，快快，我不想再吃狗粮了。走吧走吧，你也走你也走。想不到你竟然主动来这种地方吃饭，你能吃得惯吗？我倒是无所谓啊。我非常喜欢他家的口味。谢谢老板。快吃啊，等会儿就凉了。你怎么不吃啊？干嘛盯着我吃饭？我正在吃啊，你吃啊，我正吃着呢。你怎么怪怪的？不管你了，我饿了。这又是你安排的？不行吗？老板，你这还开始卖红酒了？那当然要卖了。旁边这位可是夏氏集团的总裁，我那天有眼不识泰山，后面看见新闻一下就认出来了。哎，夏总，您看这是您爱的红酒。老板，你也帮着他？我这也是跟老板学的，要在心爱的女人面前不经意的送出惊喜。哎呀，婉儿，孺子可教也，孺子可教也呀。喜欢吗？这个戒指比上个戒指工艺更厉害，价格也翻了好几倍。我才不在乎这些呢。我知道你不在乎，但我要表明我的诚意，最好的、最贵的我都会给你。我们之前就是因为聚少离多产生各种误会，以后都不会了。以后我每天都抽出半天时间陪你，隔一段时间我们就去度蜜月。我保证，若涵，嫁给我，重新做我的下夫人。完了，我想不出来。想不出什么？想不出什么拒绝的理由了。你还想拒绝我？总之，现在还不是时候。那什么时候是时候？我都说了，男追求的时候都是甜言蜜语的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真心的？算了，拿你没办法，我等你。不过什么？今晚可以住你那儿吗？你想干嘛？我能干嘛？你在我眼前，夏日炎炎有点春天，像奶茶甜甜圈。今天不行，我刚刚吃的炒饭里放了大蒜。笨女人，我又不会嫌弃你。老板，你干嘛放大蒜呢？我难道为了你的爱情搞大我的手艺吗？那么多讲究，吃饭还不能打分了。年轻人比我们老年人规矩还多。若涵，只要你回来，那比什么都重要。哟，韩少爷，这么久不来找人家忙什么呢？听说你最近开始拍电影了，之前那个少阳郡主不错，什么时候也给我安排一个角色呢？行了，别闹了，让我静静。哇，再热闹的韩雨辰竟然要静静，这是失恋了？哪个女人那么厉害，能守住花花公子韩雨辰的心啊？你就当做没看见我，让我清静会儿，成吗？服务员倒酒。好嘞。
郡主啊，方才听说你把高祖送给我们的免死金牌送给了夏泽渊。反正已经赐给我了，我要送给谁，谁也管不了我。那可是免死金牌啊！你明知道高祖生性多疑，而且他还嫉妒你的大将之才，你还送给别人？什么别人？他可是我亲自挑选的夫君驸马。我说万一高祖对你有所怀疑，你有免死金牌还能……只要我一直在前线杀敌，不过问朝政，应该不会对我怎么样。倒是泽渊，他一直代替我上朝觐见，如若是皇上针对他，免死金牌能保他一命，不是吗？若涵，这是我的免死金牌，既然你的没了，我把我的送给你，这样你们俩都不会有事了。胡闹，这怎么行？你做事鲁莽，嘴巴又笨，你比我更需要这金牌保命。我告诉你啊，韩玉晨，你也太小看我邵阳郡主了，保佑我的命不缺这一块免死金牌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上次给你求的和……而且还有泽渊送我的祈福荷包，我相信一定会度过所有的难关的。是啊。那我先走了。什么鬼？这梦怎么这么真实啊？邵阳郡主的脸，他夫君的脸，和那个副将的脸，怎么都和现实中的人对得上？是我喝多了吗？是做梦？不对，太真实了。我这都想起来了，这些都是我前世的记忆。我前世竟然是邵阳郡主的副将。所有的事情都和若涵说的一样，甚至难怪会对大夏产生莫名的熟悉感。对江若涵也是。没想到这种事竟然会发生在我的身上。上次让你跑了，现在还想跑啊？上官烈，哼，我一直都觉得你很蠢，总是用错人，用错方法。你被夏泽渊比下去，我一点都不奇怪。你是想死得更透一点吗？你用你的脑子好好想一想，到底谁最该死？哼！你是说江若涵和夏泽渊？不然呢？他俩现在把咱俩整这么惨，就别狗咬狗了，显得更惨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但你还是该死。我呀，烂命一条，现在被他们整成这样，我早就烂活不如好死。但是，在我死之前，我必须要亲眼看着他们死。哼，我就不枉这一生了。哦，对了，江若涵现在不住他那里，我有他地址。那又怎么样？夏泽渊他现在如日中天，保镖都换了，难道还能越过他的保镖去弄死他？当然要用点小技巧了。这两人互为彼此的软肋，就从这里下手。我不信他们不上钩。好，这2天我会安排，到时候把他们2个剁碎了喂狗。这不是苏美美和上官烈吗？他俩怎么又搅和在一起了？不过现在夏家在京城无人能敌，谁都不可能是他的对手。他们俩
也不敢怎么样，也没办法怎么样了吧？无论这一世还是前一世，他们心中都有彼此。我也不应该拘泥于男女私情，世界那么大，我也应该出去走走。这些古董、衣服，还有这间工作室，我都留给若涵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。怎么也打不通啊？夏泽渊从来不会有这种情况的。不好，他们有危险。婚礼场地定在哪里好呢？问问若涵喜欢哪里。您好，您拨叫的用户暂时……怎么电话打不通呢？不会啊，直播用的是另一台手机。什么？若涵？上官烈，果然是你！就是我呀！啊，让你的人都给我出去，不然后果你能承受得起吗？都下去！这太危险了！没听见吗？我告诉你啊，小坏小报警，现在我就杀了他！都听见了？明白，我们这就走。上官烈，你想要钱，我可以给你；你想要股份，我也可以给你。你放了若涵，你们听听啊，多么感人的爱情故事啊！亲眼看你老婆死在你面前，你绝望的样子，你有什么事冲我来？怎么回事？怎么突然没信号了？刚才网络还是良好的。你别想有信号了，也别想和外界联系了，这儿都被我用信号屏蔽器给屏蔽了。苏美美，你想干什么？这症状你看不出来吗？哼，我想让你死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竟然能打倒这么多人！凭你也敢招惹我？苏美美，本宫向来不是你能招惹的人，你为何非要屡次挑战本宫的底线？本宫又开始鼓腔鼓调，为什么泽渊会喜欢你这样的疯婆子？就算我是疯婆子，泽渊他也只爱我一个人，下辈子下下辈子，你休想再妄想半分。可惜啊，再也没有以后了。你说什么？什么意思？喂，妈的，让你办个事磨磨唧唧的，江若涵你搞定没有？赶紧带到我这郊区俱乐部来，老子迫不及待要看他们怎么死的。你们两个还真是狼狈为奸。苏美美，把你知道的一五一十告诉我，不然休怪我刀剑无情。被我敲一棍子睡这么久，别他妈耽误我时间！妈的，苏美美办事还是这么蠢。上官烈，你果然跟苏美美狼狈为奸。我待你们不薄啊！你为什么要这么针对我夏家？你愿意改过自新的话，我还愿意扶你一把。改过自新？你他妈说什么呢？我到今天这个样子，不就是你想看见的吗？堂堂帝都之王，夏氏总裁啊！上官烈，我待你不薄，你为什么总这么充满恶意？你为什么这么多疑？看你这张脸就恶心。罗达，这就不行了，继续打！这群畜生，放开他！哟，还真是夫妻情深啊，恶心死我了！卑鄙小人，只会背后耍阴招，有什么事冲着本宫来！冲你来，疯婆子，演个电影真把自己当古人了。把衣服都脱了。
倒要看看能把他迷成这样的人到底有多有人。上官丽，我要你的命！要我的命？行啊，老子数3秒，不吐。若涵，赶紧走！快走啊！把嘴闭上。泽源，你放心，上一次我没能救我，这一次绝对不会了。若涵，你没必要对我这样，快走！少他妈给我废话，给我脱！泽源，谁让你来的？快走，这里危险！你别动，泽源，这么多伤口，肯定疼死了。你别动。泽源，别怕，我这就带你走。上官丽，你就等着吃一辈子牢饭吧。狗男女，老子就算下地狱也要带着你们！泽源，醒醒啊，泽源！若涵，泽源，我好冷。不能了，不可以了。若涵，好不甘心就这么走了。你别说傻话，我会救你的。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。泽源，若涵，你哪怕是骗我也好，答应我好不好？这样我也能瞑目了，至少我死之前还能享受这瞬间的幸福。泽源，我爱你，我愿意嫁给你，我一直都愿意。你愿意的话，就把它带上吧，我想看你带上它的样子。好幸福，从未这么幸福过。若涵，你可以亲我一下吗？哎，你这是什么？你骗我！还好，免死金牌救了我一命。鬼知道你什么时候才答应我。再说了，我刚真的是豁出去了。算了，你没事就好，没事怎么样都行。傻哭啊！别哭了，愁死了。上官丽，你做的所有坏事我都已经知道了，我已经报警了，警察马上就来。你俩没事吧？走，送你去医院。听说你们夏氏的股票又涨停了，还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！多亏了你带着警察及时赶到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。怕什么？有我帮你挡刀呢。夏泽源，你再说，你以后要是再做危险的事情，休怪我对你无情。雨辰，这么多行李，你要去旅行吗？我准备移民了。什么？这么大的事情，你怎么不告诉我？这不是以后都很难见到了？该不会是因为我吧？我以后不会再吃你的醋了。你终于承认你是大醋坛子了。看到你们这么恩爱，我也就放心了。雨辰，你们难道忘了吗？我可是艺术家，我的心可是属于世界的，是自由无垠的，怎么可能被你一个地方给绑住呢？雨辰，你有你的事业，我支持你。我也支持你啊！你的10个亿的项目还蛮顶用的。什么时候的飞机我送你？我也去。你这家伙变化也太大了吧？可不是嘛，无论是上一世还是这一世。原来郡主也有前世的记忆，难怪了。好。我这里不是地府吗？说什么呢？这里是医院。我怎么了？你是什么很严重的病吗？说严重吧，确实10个月，行动困难。10个月？我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？就是你乱闹腾的话，会影响宝宝安胎。宝宝安胎？你要当妈妈了，我要当爸爸了。我要做母亲了。郡主回来了，骏马大人的亲戚来京城探亲，带这个小孩在府中住几日，可聪明可活泼了。原来如此，泽源，我回来了。郡主回来了，听说你又打了胜仗，可喜可贺。小小蛮子不足挂齿，打他们简直太轻松了。
对了，孩子呢？我想抱抱。但是我身上有血的味道，算了吧，孩子应该不会喜欢吧。郡主莫要多想，宴席要开始了，赶紧换身衣服吧。看来是因为我杀气太重，会让孩子讨厌吧。泽源那么喜欢孩子，但我……郡主这是……泽源，我们要个孩子吧？要孩子？你军营那边怎么办？我可以向皇上请命。郡主是因为白天的事情起了心思？我一直都不负你的情谊，常年征战在外，留下这么大的邵阳府，一大家子人给你去照顾打点。我确实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，至少我想给你个孩子。郡主，这件事咱们之前不是已经讨论过了吗？我爱慕的、敬仰的正是驰骋沙场的郡主，我不能束缚你。不是束缚，是我自愿的。我真的想和你有个孩子。我明白你的情谊，可是现在的状况，真的有了孩子，孩子常年缺少母亲的陪伴，我觉得对于一个孩子来说，有点过于残忍。所以，你不用说了，我懂了，早点休息吧。我竟然有身孕了。有我呢，不用怕，有我在，孩子肯定能健康成长。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做过母亲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成为一个好母亲，我真的没有信心。我说了，有我呢。但是如果你不想要的话，我们也可以。我想留住这个孩子，虽然我没有信心，但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，给他全部的爱和关心。我爱你，老婆，我也爱你，宝宝。太好了，若涵终于回来了。你们都好好的啊！下面我宣布，你们正式结为夫妻。